全民进入列车求生，开局一辆列车，一张陈旧的木桌，木桌上食物与水，外加一张只有木架的床。欢迎各位玩家来到这处美丽的世界，这里充满了未知与神秘。玩家们，请相信你们自己，在这里会活得更好，更加优异。这个世界的规则当然也充满了物竞天择的道理，请不要懈怠自己的努力，否则自然的选择将会无情地将你们淘汰。当然，这里很美好，请尽情开发出你们发现美的眼睛。阅读完这个生存法则，吴宇也总算知道自己是来到了怎样的一个世界。看来这是一个名为死亡列车的生存类游戏世界。随即吴宇打开了区域聊天频道。这里是怎么回事？谁能告诉我这里发生了什么吗？天帝，我刚刚怀里还搂着的妞呢，什么鬼地方？把老子放出去！要是让我知道是谁的恶作剧，你们会死得很难看。这到底是哪？我怎么会在这里？我们是真的被绑架到这边来的吗？谁能来救救我？我不想待在这里，我要回去。这是恶作剧吗？一点也不有趣，赶快放我回去！我出10万，举报出是谁的恶作剧，这10万就是这个人的了。你们确定这是恶作剧吗？你们看看窗外的景象，像是我们的世界吗？这句话让的聊天区域瞬间安静下来，他们的目光看向窗外，一片朦胧的景象，飞舞的漫天黄沙，生机尽灭，根本看不到任何生物存在。吴宇关闭聊天，来到交易板块，发现交易栏暂时还没有开通，索性重新坐在简陋的床上，脑中思索起来。就在这时候，脑海中再次出现声音1分钟后，请玩家选择前进的轨道。听到这个声音，吴宇来到列车前端的操纵室，看着面前的3条轨道，请注意，每一次轨道选择可能都会含有福利彩蛋，如果玩家不选择，系统将会随机选择。叮，恭喜玩家额外绑定回报率的系统。吴宇看着眼前的轨道，嘴里默念查看回报。陡然间，他的视野处出现了只有他自己能看到的文字框架。回报率10%，风险稍有风险，建议超低回报，还伴有危险的存在，可能蕴含有极大的危机。回报率100%，风险低风险，建议还算可以的回报，中规中矩。回报率5000%，风险低，建议低风险，超高回报，强烈建议。距离最后的选择时间只剩10秒，请玩家快速做出选择。吴宇眼中金光大战，选择了那条回报值最高的轨道。玩家选择了右方轨道，很快驶入了这个分叉的轨道当中。吴宇坐在列车的驾驶位置，很期待5000的回报值到底是什么。还是先看看其他玩家有没有什么情况。于是吴宇点开了区域聊天的频道。前面出现了一节停滞在轨道上的车厢，我该不该进去啊？进去看看，说不定有什么好东西。好的，兄弟们，那我先进去看看。好，做的，兄弟一定要回来和我们说说里面有什么。全民进入列车求生，开局获得回报率系统。此时吴宇看着区域聊天里面的消息，我刚刚从一辆车厢里面出来，里面有一把武器，还有一些水果，一些清水。货这么好，这简直就是探宝啊！这算什么？我也刚从车厢出来，开了一个小宝箱，当时还有只小野兽，我一脚就把它踹死了。这宝箱里的东西可真是不错。兄弟，木了，你们这么快就有了物资，我还什么都没有遇到。难道这是个寻宝游戏？看起来还算不错，好期待我是否能得到更好的东西。突然感觉这个游戏是不是已经和谐了许多，与介绍的那种恐怖感似乎不同啊。随即吴宇关闭了区域聊天，同时也更加期待自己5000的回报值是什么。前方出现车厢，是否选择靠近？自己现在赤手空拳，也没有什么好准备的。是一望无际的轨道上，一节车厢缓缓地与吴宇所在列车拼接在一起。这里没有门，自己应该怎么前往前方的车厢？这个想法刚一出现，列车上出现了一个漆黑的黑洞，玩家可以通过黑色入口进入车厢。吴宇深深吸了一口气，直接走了进去。穿过黑洞后，吴宇来到一处荒地。这就是系统说到自称一方世界吗？也不知道这个超高回报值的物品会在哪里呢？几分钟后，吴宇在这荒凉的大地上发现了一颗绿植，不远处后还有一个黑铁宝箱。这树是个啥？星辰之树为1，幼苗，成熟还需365天，等级未知，效果未知，一个充满未知的东西，如果有珍贵的土壤和圣水，能够缩短其成长周期。回报率4900百分号无穷大，风险无，低风险，超高回报，强烈建议。备注：其的存在可能和游戏的最终环节有关。不会吧，就得到了通关奖励？于是吴宇小心翼翼地将整棵小树连同根部挖起，又查看宝箱的回报率。100%，风险低，100%的回报算是你付出努力的馈赠。低风险，说明这里还是有危险的。吴宇见此，直接从地上捡了一块石头丢上宝箱。受到惊吓的蛇突然窜出，于是吴宇再次抛出一块石头将它打死。紧接着吴宇查看了回报率，看见风险一栏显示无风险后，吴宇才过去将其打开，得到了的食物和水，还有一把开山刀。做完这些，吴宇便离开了车厢，回到了自己所在的列车。
那节车厢在吴宇离开后就消失得不见了踪影。随后，吴宇再次清点了一下自己的这一次收获，食物多了2天的储备量。劣质的毒蛇肉可以填饱肚子，只可存放3天时间。副作用：食用者可能会轻微中毒，导致拉肚子。看到副作用，吴宇就已经打算不吃这条蛇了。随即，吴宇点进区域聊天的频道。刚进行了一次探索，我有多余的食物，15块水，需要的可以去交易市场，那一下名字为马高远，搜索一下就可以找到。交易市场，为什么我的交易栏目点不开啊？我的也是，我还什么东西都没得到呢，还没有开始探索，只有进行了初次探索的才会开放交易市场。我刚刚从探索当中出来，也没有开放交易市场啊。就在这时，吴宇脑海中出现系统提示声：恭喜玩家进行初次探索，交易市场开放，升级台开放。声音出现，吴宇立马点进了交易的页面。卖家黄渤贩卖过期的黑面包 X3， 需求水 X1 或者武器任意品质。卖家童童盒贩卖黑鼠肉 X2， 需求水 X2。卖家范登贩卖粗糙即食斧，耐久度 25%， 需求水和食物 X6。卖家柯文斌贩卖略带毒性的蟾蜍肉 X5， 需求水和食物 X10。吴宇浏览了整个页面一圈，随后退出了交易市场。点开了新增加的升级台。升级台列车当前等级云级评价简易，能够为玩家遮风避雨，耐久度 100%。升级所需铁锭 X20 块，木材 X30， 铁钉 X100。当吴宇看到耐久度的时候，微微一愣，看来接下来得选择优先升级自己的列车才是。吴宇关闭了升级台，然后看到虚拟屏幕上有一个信封不断的闪烁。恭喜玩家解锁交易市场以及升级台，赠送背包以及采集树。等级1级，大小10格子，耐久崭新出厂 100%。说明每一个格子可放入物品 X10单位的东西。温馨提示：注意，随着耐久的降低，背包的格子会减少，小心你背包的东西丢失。采集树，玩家可以获得采集的能力，对物体进行采集。简介：采集树能使你更有效地获得更好的资源。系统提示：卷轴捏碎后可以获得技能。吴宇将卷轴捏碎后，碎片便直接隐于吴宇身体当中。恭喜你学会采集树。此时外面的天色已经逐渐黑了下来，看来这已经算是过了1天的时间。随即吴宇躺在床上，就这样一直到了半夜，夜深人静。陡然间，诡异刺耳的声音将半睡状态的吴宇突然间惊醒过来。全民进入列车求生。当天晚上，车窗外有无数猩红的眸子看向了吴宇。此时吴宇屏住呼吸，尽量将自己的动作减轻。渐渐那些怪物跟不上列车的速度，慢慢的被列车甩在后面。这些到底是什么？也不知道其他玩家看到了这些没有。于是吴宇进入到了区域聊天频道当中，上面出乎预料的活跃异常，大都是比较惊悚的感觉。看来有一些玩家看来也和自己一样遭遇到那些怪物，想必是列车的阻拦才让那些怪物无法攻击到自己。随即吴宇查看了下列车的状态。列车当前等级云级评价简易，能够为玩家遮风避雨，耐久度 100%。看来列车并没有遭到攻击，必须尽快把列车升级一下，不能拖久了。恭喜玩家生存1天，接下来又是1天愉快的旅程。吴宇起身吃了一些食物充饥，喝了一些水，并且将一些食物和水放进背包里面。开山刀则是拿在了手中。做好这些后，吴宇坐在了驾驶位，看着前方的情况。前方出现车厢，查看回报值，回报率 120%， 风险稍有风险，建议风险不是太高，最好是戴好一个口罩进入其中。随即吴宇用开山刀切割了自己衣服的一角，做成了一个简易的口罩。半个小时左右，列车的右侧位置出现了一个黑洞薄膜，而吴宇将背包检查确定之后走了进去。不一会儿，吴宇的身影已然来到了一处平原。木材升级列车材料之一。随即吴宇走到一棵树的旁边，手里的开山刀紧握在手，劈砍树。砍下一棵，吴宇便根据脑海中采集树的使用方法，对着树使用了采集。骤然间，面前的一棵大树消失，变成了10个圆木墩。收纳。顿时，这10个木墩进入到了背包当中，占据了其中一个格子。收好第一棵树，吴宇继续走向第2棵树的位置，开始伐木。但是这一次，他砍到一半，只感觉脑袋发晕。吴宇看向飘起了如同灰尘般的包子，不好，这些花孢子有毒，看来这简易的口罩防不住这些孢子。紧接着，吴宇从背包当中拿出水，直接往脸上倒，将口罩浸湿。感受到意识逐渐清晰，吴宇才稍微松了一口气。果然是有危险啊！要是自己一个人被迷晕了，恐怕从此会醒不过来了。解除危险，吴宇按部就班将所有的树木全部砍伐，收进了包裹当中后，吴宇便开始在这处平原当中探查起来。幻花蜜水能够让人感到四肢无力、昏昏欲睡，药剂大可以让人昏迷。这不就是迷药吗？索性直接拿出一个空水瓶，其全部装了起来。做完这些，回报率已经显示为0，再无价值。吴宇再没有犹豫，走回了列车之中。
当吴宇的身影出现在了列车上，墙体上的黑洞便消失了。吴宇走到木桌旁边，开始清点这一次的收获。名称：木头庄子，属性：木头，说明：原材料。吴宇看着这个介绍，眉头微皱。升级列车所需要的并不是什么木头桩子，而是木材啊！吴宇带着疑惑点进了升级台中，出现了一个功能：加工台。吴宇点一下加工台，突然出现一个壁炉，同时屏幕也出现了一行字迹：请放入要加工的原材料。吴宇愣了下神，将信将疑的拿出了一根木桩扔了过去。此时虚拟的屏幕上界面变化，加工失败，请添加能源。自己手上没有所谓的能源，也不知道交易平台有没有人卖。于是吴宇点进了区域交易市场当中。吴宇顺着这些售卖的东西往下翻，不一会儿他便看到了一样东西。吴宇见此，直接查探了一下煤炭的作用。煤炭可以作为燃料。随即吴宇用蛇肉换取了煤炭。已成功获取煤炭乘10，失去蛇肉乘4。退出了区域交易市场，吴宇再次进入到加工台当中。这一次他将一块煤炭放进壁炉里面，不一会儿木材就自动弹了出来。经过加工之后的木头，作用范围广泛，建筑构造缺一不可。总算是得到2根木材了。全民进入列车求生，吴宇利用换来的煤炭加工出来了2根木材。此时吴宇看到放进加工台里面的煤炭还没有用完，于是继续向里面放入木桩进行机械的加工。在加工了5次之后，加工台上面显示能源不足。看来一块煤炭最多一共只能加工5次。10几分钟后，吴宇最终得到了30根木材。现在升级列车的木材算是已经收集齐全，接下来只剩下铁锭还有铁钉了。吴宇看了看自己所缺的东西，打算再去交易市场碰一碰运气。打开交易市场逛了一圈下来，吴宇发现里面有人在卖图纸。吴宇点击了这个盆栽图纸，顿时资料显现出来。名称：盆栽图纸，级别：普通，作用：能够略微加速植物的生长，缩短周期，合成所需。获得图纸便可习得。看到盆栽图纸，吴宇的目光望向了旁边摆放着星辰之树，又看向自己的食物和水，随即便与对方递交了交易申请。恭喜你获得盆栽图纸，失去水400毫升，交易成功。紧接着吴宇手上出现了一张图纸，随着图纸消失，面前的屏幕当中又多出了一个盆栽的选项。随即吴宇将木桩、煤炭放了进去，很快花盆便被彻底打造出来。吴宇抱着花盆，将整棵星辰之树移植进去，摆在了窗口边。剩下的黑铁宝箱倒是空了出来，也不知道加工台可不可以分解。是吴宇将加工台打开，把放在一旁的黑铁宝箱丢进了进去。紧接着加工台的屏幕出现了黑铁宝箱。黑铁宝箱待分解状态，需要能源进行驱动，是否分解？吴宇又加入了一块煤炭，点击分解。能源不够，分解失败。到这个结果，再次往里面放了一块煤炭上去，分解成功，铁锭乘10。吴宇见此，又将铁钉放了进去，想看看能不能制作钉。铁锭可以分解为铁钉，需要能源进行驱动，是否分解？吴宇没有犹豫，将所有铁钉全部放了进去，总共获得了100颗铁钉。正好这时加入的2个煤炭也用完了，现在只差铁钉了。现在大部分的人应该还不知道可以加工台可以分解宝箱。于是吴宇打开了交易市场，挂上了一个交易。发布完任务的吴宇将页面切换到了区域聊天当中，在里面也吼了一嗓子：交易市场收购宝箱了，有宝箱的玩家可以去进行兑换。这一句话发下去，玩家瞬间被这句话吸引了过去。大佬牛逼啊，拿这么珍贵的水和食物来交易。可恨，我居然才知道宝箱原来还是可以搬走的，我还以为带不走就把那宝箱遗留了，只是取了里面的东西。大佬，宝箱有什么用啊？为什么要收集宝箱？今天进入一个关卡，遇到了一些漂亮的花，想要种起来观赏，但是奈何没有容器。各位，我的食物和水也不多，大概只能换取5个宝箱，过后就没有了。这话刚一说出，让的诸多玩家开始蠢蠢欲动起来。最后吴宇成功交易到了3个黑铁宝箱，还有2个木质宝箱。3个黑铁宝箱代表着30块铁锭，分解之后，自己的列车终于可以迎来第1次升级。10几分钟后，吴宇开始查看自己的物品清单：食物和水、煤炭 X4、13根木桩、70个木材、30块铁锭、100根铁钉。随后吴宇点开了升级台，将所有的升级的材料全部投入到了壁炉当中。材料齐全，是否升级列车？全民穿越列车求生第2天，吴宇凑够了升级列车的所有材料。紧接着列车里的空间，列车当前等级1级，平价简易，能够为玩家遮风避雨，提供基本的防御，耐久度100%，升级所需铁锭100块，木材10。恭喜玩家，由于您是全球第1个升级列车的人，奖励神秘礼包，请在信箱查收。还有系统奖励。于是吴宇查看了信箱里面的信封。吴宇点击了提取后，桌面上凭空出现了5样东西：2个卷轴、1个黑球、1个晶体、1把弓弩。要记，不管在什么样的世界都是救命的必需品。还有，一旦制作出凝水器，就不用担心水资源不足。随后，吴宇目光望向了那颗黑珠子。现阶段肉可以说是硬通货。
看到这把弓弩的介绍，吴宇拿起弩箭对准了堆放的木桩。下一刻，一根较为细长的弩箭从弓弩当中射了出去。有了这东西，至少这段时间内遇到情况就没有弓弩摆不平的。随即，吴宇按耐住心中的喜悦，看向系统最后奖励的一件物品——天赋。随即，吴宇见此直接捏碎了心。恭喜玩家吴宇获得天赋贤者之心为1。紧接着，吴宇又看了看疗伤药和凝水器制作需要的物品。疗伤药缺少了2种材料，凝水器缺少了1个水之石，可以先把凝水器先做好，就不用担心水的来源了。随即，吴宇打开了区域交易平台，发布了一条消息。吴宇做完这一切，坐在床上，看着列车内的布局，不再显得拥挤。前方出现车厢，听到系统提示，吴宇来到驾驶舱的位置，只见眼前出现了2个车厢，并排在轨道两旁。查看回报率，回报率10%，风险稍有风险，建议低回报，较低的风险。回报率200%，风险中度风险，建议还算可以的回报，建议选择这节车厢。吴宇看到回报率200%的建议，摸了摸下巴。系统建议自己选择这个，那就是说明这个车厢现在的自己可以迎刃而解。1分钟后，列车内的两边墙体上出现了黑洞。吴宇背好背包，将弩安装在手臂上，拿着开山刀就钻入了右边的车厢。片刻过后，吴宇出现在一个潮湿的洞穴里，发现不远处有2只鸡，但被枯枝隔绝开来。在吴宇走近后，发现鸡的旁边还有鸡蛋壳。就在这时，从洞穴深处，一只狼直接朝着吴宇扑了上去。吴宇一个滑铲直接拉开距离。此时野狼目露凶光盯着吴宇，而吴宇隐隐戒备，手臂上的弩箭随时准备发射。下一刻，狼嘴一咧就扑了上去。就在狼有动作的一刻，吴宇立马将装着弩箭的手臂一抬，一支利箭直接射将狼的头部洞穿。丁，你杀死了洞穴贝，获得破碎的精魄 X1，已自动放入背包。难怪这么聪明，看来那些鸡应该是圈养起来的。既然这狼狈能够过来，是不是说明这个车厢的洞穴能够通往其他地方？于是吴宇朝着更深处走去，洞穴的尽头处出现了一个黑洞。随后吴宇发现触碰过去是墙体的感觉，玩家过不去，只有原住居民才可以。全民穿越列车求生第2天，吴宇击杀了贝，并在贝的洞穴内搜索了一圈后，发现了一处小水潭，并且小水潭当中有莹莹的蓝光。吴宇手一捞，捞出了一颗石头。水之石，形状奇异的石头，一种材料。刚才还在瞅水之石，没想到这么快就得到了。将水之石放入到了背包后，便将活下来的2只鸡、3颗蛋、弩箭、背尸放进了背包，最后返回到自己的列车当中。吴宇回到了自己的列车，将活鸡和自己的背包放下，利用木桩围了一个简易的围栏。做好后，吴宇打开了加工台，打算准备制作凝水器。将所需的材料全部放进去后，又向里面丢进一块煤炭作为能源启动机器。看来下面还需要搜集一些能源了。恭喜你制作出普通的凝水器，获得普通的凝水器 X1，消耗铁锭 X3，木材 X5，水之石 X1。普通的凝水器作用：每天最多生成555毫升清水，可直接饮用。现在每天都可以保证自己的水量恒定，算是一个不错的进步。紧接着，吴宇将背包打开，拿出了贝的尸体。贝的尸体长期生活在洞穴里，食用不干净的水源，肉质不适合人类的食用，食用者极有可能造成严重腹泻，食用过多可能会导致死亡。这么大的肉居然不能食用，正好肉田需要生物的尸体为食。于是吴宇将肉田放到了贝的尸体上，只是刚一放上去，黑色的珠子很快就长成了小树苗，花苗的尖端还有几个米粒般的小花苞。肉球未成熟，肉田结出的果实可食用肉类，味道一般。这样一来，自己水和肉食都暂时不紧缺了。随即吴宇将目光放在了背包中的另一样物品上面。残破的精魄可以用来附魔，弓弩上面正好有一次附魔的机会。于是精魄和弓弩相互融汇起来，而弓弩被一缕缕微光环绕。附魔射出的箭矢带有撕裂效果，对目标造成流血伤害，杀伤力增加。吴宇又看了下列车升级所需要的东西，距离升级列车还有一大截，不过现在最主要的还是兑换能源煤炭，没有能源完全无法加工。第2天，吴宇直接查看肉田的状态，只见地面上已经掉落下来2颗圆球状态物体。肉球已成熟，肉田结出的果实可食用肉类，肉质不怎么样，但至少能够果腹。也不知道这个肉球烤出来的味道怎样。于是吴宇拿出黑铁宝箱制作了一个烤箱，又将几根木墩劈开，将其放入了宝箱当中。紧接着又把肉串上，在火堆上烤了起来。很快一缕缕肉香飘散而出。现阶段拥有熟食的应该就只有自己了吧。想到这，吴宇立马打开区域交易市场，立刻发布了一条消息。这个发布信息发出没多久，快吴宇便交易出去了2份，用200克的烤肉换到了10个单位的木材，外加煤炭若干。果然不管在哪里都不缺少吃货。完交易后，又打开了聊天区域，
此时里面的聊天已经炸开了锅。土豪啊，我还在啃老本，就已经有人吃烤肉了。烤肉啊，我一个无肉不欢者，现在想想都能流一地口水。无语，这玩家之前还购买宝箱来着，看来是一个会生活的大神，不会是野外生存的老手了吧？大佬求指教。就在这时候，有条私信吸引了吴宇的目光。吴宇点开私信后，自己知道黑铁宝箱可以分解成铁锭，所以一个黑铁宝箱兑换400克的烤肉。果然，这世界不缺聪明人，但是就凭一个黑铁宝箱就想要这么多的烤肉。于是吴宇拒绝了对方的交易，并回复道：400克太不值得了，要知道烤肉对现在的玩家可是可遇不可求的。300克兑换，最多200克。交易完成后，吴宇宝箱直接分解，得到了10块铁锭。当完成这些事情后，吴宇稍微坐在床边休息。这一天夜里，列车外倒是没有再出现什么动静，全民进入列车求生。接下来的2天时间里，吴宇都没有遇到车厢，于是吴宇如法炮制的进行贩卖烤肉。终于在第3天的时间攒够了升级所需的东西。是否升级列车？不知道这一次升级会带来什么。在选择之后，吴宇只觉得眼前一花，紧接着整个车厢焕然一新。等级2级，平价普通，能够为玩家遮风避雨，提供较强的防御，耐久度100%。升级铁锭100块，木材680，铜锭100。下一步升级看来需要比较大的物资，居然还需要铜锭啊！恭喜你第1位，将列车已经升到2级，奖励已发放。紧接着桌面上再度出现了一些东西，一些日用品的锻造图纸，一包蔬菜的种子，一个打火石。鱼竿，木材1，绳索1，铁锭2，舒适的木床，木材10，铁锭5，椅子，木材4，铁锭2，铁锅，铁锭1，木材2，蔬菜种子，可以栽种出新鲜的蔬菜。种子还挺多的，这样下来它的食物还会增加不少。列车扩张图纸，等级稀有级升级图纸，所需物品铁锭100块，木材680。列车居然还有扩张图纸，难道升级就不是扩张？于是吴宇赶紧点开了升级台，发现果升级台显示的是灰色，已经不能点击继续升级。看来以后列车的升级必须搭配图纸才可行。吴宇将图纸全部学习了后，久违的提示声终于响了起来。前方发现车厢，于是吴宇来到了操纵室，看到不远处已经出现了车厢的一角。查看回报值，回报率1500%，风险中度风险，建议中度风险，超高回报。等列车靠近车厢的后，一阵天旋地转，吴宇出现在一个洞穴当中。进入特殊车厢，闯关车厢，请玩家尽快找到出去的路。洞穴中，随着时间的流逝，某些残暴的存在可能会苏醒过来，请尽快寻找出口。等吴宇回过头，发现黑洞消失了。特殊车厢，闯关车厢，看来现在只能跟随指引，找到真正出去的路了。此时吴宇没有着急赶路，而是先制作了一个简易的火把。吴宇就这样举着火把，小心翼翼地前进。吴宇向前走了一段路后，前方出现了2个洞口。查看回报值，回报率0，风险无，建议无风险，也无回报率。回报率0，风险稍有风险，建议不会有人愿意冒险。得到回报值，吴宇也没有片刻犹豫，选择了右侧的洞穴。又经过了一段时间，前方又出现了3个洞口。回报率0，风险低风险，建议低风险，无回报率。回报率0，风险低风险，建议低风险，无回报率。回报率100，风险稍有风险，建议值得一试。于是吴宇选择了回报值为100%的洞穴里走去。在这个洞穴当中走了没多久，前方的空间陡然间变大，前方再次出现了6个洞口，而石壁上生长了一些草。吴宇查看了一下，发现大部分都是疗伤药需要的材料，看来自己的疗伤药水也能够派上用场了。紧接着吴宇利用采集术将这些草药采摘下来，采集的同时他戒备着周围的情况。陡然间，不远处的地面传来声响，吴宇内心警惕。全民穿越列车求生第8天，吴宇进入闯关车厢后，突然一只巨大的老鼠窜了出来，立马朝着吴宇扑了过来。吴宇见此，手中的开山刀也迎了上去，眨眼间老鼠的身体成了2截。恭喜你获得破碎精魄，已经放入背包。变异巨鼠肉质产生了变异，不可食用，但是却是一些生物的美味食物。于是吴宇将其放进了背包后，走到6个洞穴前，选择了一个无风险、高回报的洞穴走了进去。不一会儿，吴宇的前面出现了一个宝箱，将宝箱打开后，发现了一些奇怪的石头。恭喜你获得了火之石、金之石、土之石、木之石、水之石。吴宇将这些石头一一收进了包裹当中，但宝箱却不能带走。就这样又走了半个时辰左右，终于来到了路的尽头。查看回报值，回报率1000%，风险中度风险，建议可以进入，对方还未苏醒。吴宇看到这个建议，蓦然间想起了系统的提示。现在看来对方还没有苏醒，那这个黑洞应该是通往第2节车厢的入口。吴宇进入其中后，发现地面上的泥土是肥沃湿润的，于是挖了一些土用来栽种蔬菜。挖完后，吴宇远远地看到了一个黑洞，看来那里应该就是出口的位置。
不过现在可以探索得到的回报值是什么。在找寻过程中，吴宇发现了整个石壁上有着很多奇怪的文字和一个不寻常的亮光。吴宇一一查看石壁后得知，看来这里曾经是一个原始人类的部落供奉神物的圣地，直到有一天，被长条形状的怪物吞噬了神物，将整个部落摧毁殆尽。紧接着吴宇走进了亮光里面，只见不远处有一点蓝光，显得格外刺眼。在这安静的悬浮在半空中，吴宇则顺着台阶轻轻走了过去，查看回报值。回报率1000%，风险无，说明职业转职晶石。得到结果后，吴宇伸手直接抓了过去。当他的手抓住这个东西时，整个洞口变得黑暗起来，紧接着整个洞穴开始摇晃起来。吴宇见此不带犹豫，短短几米已经来到钻进来的缝隙。吴宇刚一出去，只听得后方彻底坍塌的声音，回头望去，里面的洞穴已经被掩埋起来。还好自己跑得快。正准备离开这里时，洞穴内突然传来一声巨大的吼声，随后一只怪物从地下钻了出来。看来这应该就是游戏体型的那只沉睡的怪物。恭喜你获得一阶精魄，已经放入背包，等级1阶，全身被厚重的就是土鳞片包裹，防御力惊人。等级1阶，怪不得这巨蟒比起之前遇到的都要强悍。紧接着吴宇将整个蛇皮剖了出来，把蛇肉、蛇皮、蛇胆取出，放进包裹，再装取了50斤肉后，背包就已经满了。早知道就少带一点东西在背包里了，只有格子留下来。随后吴宇站起返回列车，回到列车，吴宇将背包放在了车厢当中，清点这一次的收获。红灵花6株，玉兽草14株，5颗石头，金、木、水、火、土之石，1种材料。巨蟒皮具有超强的防御力，一般武器不可破开，只有附魔之后才可贯穿。巨蟒肉肉质鲜美，食用后能够缓慢地增加敏捷。蛇胆食用后可以提高感知能力，使五官更加的敏锐。紧接着，吴宇把目光转向了此行最大的收获——职业转职晶石。全民穿越列车求生，吴宇回到列车后，看向了此行收获最大的转职晶石。转职晶石等级：特殊道具、稀有物品，作用可以使符合条件的玩家进行职业转职。需求：力量达到15，敏捷达到15，精神达到30。使用方法：滴一滴血在上面，然后贴着自己的眉心即可。果然和自己猜测的一样，也不枉自己损失了一把开山刀。于是吴宇按照说明贴在了自己的眉心。丁，条件不符合。条件不符合？话说我自己怎么知道自己的这些属性是多少？丁，有玩家触发条件，所有玩家的详细面板开放。吴宇呆了呆，然后呼出了自己的属性面板。姓名：吴宇，天赋：贤者之心为1，道具：精致公母。没想到自己的力量、精神都超过了常人。紧接着吴宇打开聊天区域，是哪个牛人触发了条件，显示了我的详细属性面板。我跌了，我的属性好低啊，力量8，敏捷8，精神6，这是让我走人的节奏吗？兄弟，我比你还难，我所有的属性都是7，那不是让我一边去吗？哈哈哈，看到你们这么低的属性，我就放心了。楼上的你属性多少？这么潇洒？我力量9，敏捷9，精神8。大部分的人都是在10以下。现在自己力量差2，敏捷差3，精神差1。随即吴宇将蛇肉和蛇胆放在烧烤架上烤了起来。很快，蛇肉和蛇胆全部烤熟。刚吞进第一口，吴宇就感觉自己体内升起一股清凉之气。此时吴宇的精神值已然来到30，敏捷度也变到12.2，果然会增加。至于力量、锻炼之类的，应该有用吧？夜晚来临，星辰小树在月光之中吞吐着月华薄雾，而这些薄雾通过吴宇毛孔进入到体内，使得吴宇的力量和敏捷都各自增加了0.3。看来自己的属性超过普通人，和星辰小树占了绝大的功劳。第二天，吴宇又把蛇肉放进烧烤架，将烤肉解决后，吴宇又继续开始锻炼身体。就这样，在接下来的3天时间里，每天都在锻炼身体。3天后，突然响起的讯息打断了吴宇的锻炼。丁，交易完成。于是吴宇打开区域交易市场，将列车扩张需要的东西全部取了出来。紧接着，吴宇又打开了升级台，接下来就是升级车厢了。等级：稀有级升级图纸，所需物品最低需求：铁锭 x 100块，木材 x 680。吴宇将所需要的材料加入其中之后，他安静地等候列车的变化。10几分钟后，吴宇扫视了列车的变化，只见车厢后面出现了一扇门，于是吴宇起身走了。原来这是多了一节车厢，怪不得升级台不能直接进行升级，需要借助图纸。随即吴宇点开了升级台。初级列车窗台升级需要木材 x40，铁锭 x10，防御升级需要铁锭 x120，木材 x100，扩容升级需要木材 x200，铸造台升级需要铁锭 x220。紧接着，吴宇将平时不常用到的物品搬运了过来。在一番劳累之后，天色渐晚，吴宇躺在床上快睡去。在醒来之时，
吴宇点开了自己的属性面板，姓名吴宇，力量15.3，敏捷15，精神30。终于可以使用职业转职水晶了。紧接着，吴宇按照之前的步骤，将转职水晶贴在自己的眉心处。恭喜玩家吴宇转职成功，恭喜你获得职业剑师。听到提示，吴宇打开了属性面板，此时在吴宇的姓名下方多出了一些，还没等吴宇细看，脑海中又传出一个声音：叮，检测到玩家拥有唯一天赋贤者之心，条件触发，天赋激活，职业发生改变。恭喜玩家获得剑咒术师职业。当吴宇在看自己的属性列表的时候，剑师已经变成了剑咒术师。姓名吴宇，职业剑咒术师。全民穿越列车求生，吴宇看着自己属性里面的剑咒术师，心生疑惑。于是吴宇将木材削成木剑样貌，向前一个猛刺，并没有什么作用。忙活了这么多天，好在不是一无所获，天赋激活了。紧接着，吴宇将眼睛望向了星辰之树。星辰之树为1，状态幼生期，生长成熟还需350天，等级初级，成长中。效果改变体质，星光薄雾拥有能够让人体质改变，增强人体的能力。未解锁简介：一个充满未知的东西，吸收星辰之力才能成长。如果有珍贵的土壤和圣水，能够缩短其成长周期。鉴别幼生期想要其快速的成长，可以让其吞噬属性晶石。贤者之心加上自己的回报率系统，简直就是利器。就是不知道这几颗晶石能缩短多少周期。就在这时，系统提示声响起，前方5000米位置将到达尼布斯湖，玩家是否要进行垂钓？吴宇思忖了一会儿，选择垂钓。不久之后，列车停在了湖泊上面。列车将停靠1个小时，请玩家准备好鱼竿，迅速进行垂钓。温馨提示：湖里不单单是只有鱼，请玩家仔细观察。只有1个小时，看来自己必须得抓紧时间了。随后，吴宇制作了一把鱼竿，来到列车最后面，将鱼竿抛了出去，开始专心钓鱼。10分钟后，吴宇突然感觉手里有一股拉扯的味道，于是吴宇立刻把鱼线拉了上来。活鲸鱼肉质鲜嫩，肥美多汁，内脏可食用。简介：生活在尼布斯湖的鱼类，其鲜嫩的肉可以让得食用的生物得到体质的改善。就这样钓了一段时间，吴宇一共收获了3条鱼和一个青铜宝箱。此时距离垂钓结束还剩下5分钟，也不知道这湖里的水能不能运上来。想到这，我吴宇没有多做迟疑，直接将另外一个木缠在了鱼线上抛了上去。吴宇看到这个情况，心里一喜，直接跑回车厢，将剩下的最后一个木桶拿了出来，装满了水。你的垂钓时间结束，请回到列车，列车将再次启动。就在这声音刚刚提示结束，远处的湖泊当中，一只庞然大物列车这边迅速袭来。好在列车启动加速后，将其远远甩在了车后。这恐怖的大鱼到底是什么级别的存在？总有一天要弄清楚这世界的真相。回到车厢后，吴宇开始整理自己此次所获得。尼布斯湖湖水，大自然的产物，水质清凉，富含有利元素。注意，许多微型有害生物附着其中，建议煮沸饮用，直接服用可能会轻微闹肚子。这几天锻炼下来，感觉到浑身真力不适。这水正好用于洗澡。洗完之后的吴宇并没有将这些水浪费掉，全部留在桶里。紧接着，吴宇打开了区域交易市场，将这个交易发布了出去。吴宇又跑进了区域聊天频道当中，还没一会儿，他发布的交易信息已经传遍出来。你们快看交易市场，有人在售卖水，管够那种。我人傻了，这水的讯息是这水是玩家的洗澡水，这能喝吗？洗澡水有就不错了，现在每个人的水资源都不够了。对呀，人家还附赠木桶，1桶也够好几天的水量了。吴宇大哥牛逼啊，水都可以拿来洗澡了，好羡慕，不像我只剩1瓶水了。吴宇哥哥在不在？小妹没有资源，求保养。我59、58、60，以后我就是你的人了。我现在去买1桶。各位大哥都是本人啊，第一次见到买别人洗澡水这么积极的，都已经抢完了。吴宇也没有想到，自己的洗澡水居然有这么多人愿意以高价购买。几乎在发布后1分钟，3大桶洗澡水一扫而空。全民穿越列车求生，吴宇将水卖出去后，被一条私信吸引了注意力。吴宇大神，我有一把武器图纸，你可以看看。稀有的青铜级火刃刀图纸，详情锻造所需：100段钢乘5，火之10乘1。效果：攻击会附带灼烧。自己的开山刀坏了，现在没有近战武器，这个图纸刚好能够满足自己现在的需求。你需要什么？我需要药，你这里有没有什么抗生素的药？没有，不过我有疗伤药。给我换吧，我用图纸给你换2瓶。1瓶，这药不比抗生素好得多，啥伤都能治。你的只是图纸，不是食物，所有的材料都要去收集，换就换，不换你找下一家。好，我换。紧接着，对方又发消息过来，我还有东西，你要不要收？随后一张图纸分享过来，稀有的黑铁级青鳞靴子制作图纸，详情锻造所需：铁锭乘5，风之10乘1，一阶生物的皮，效果增加移速，增强跳跃能力，让你身轻如燕。这东西挺不错的，可以兑换。
你需要什么？还是疗伤药？我疗伤药也才几瓶，黑铁剂不够，给你的那一瓶算是节约余下来的。那我需要2升的水和5斤的食物。水可以，但是食物我也不够。不过有一样东西能让你满意。紧接着，吴宇把自己的蛇肉分享过去。2升水，1斤这个肉，我也只有这么多了，可行就交易。想不到大神居然还拥有这种好东西，换了。交易完成后，吴宇询问道：“这些你是怎么获得的？”我之前打开一个白银宝箱获得的，白银宝箱的关卡一般都拥有恐怖的怪物守护。如果大神你肯再让点力，再卖我一些蛇肉的话，我告诉你这怪物的一些等级猜测。你遇到的是1阶还是2阶？我遇到的是1阶的，我抱着宝箱就跑。大神你是怎么逃脱的？杀了就是了，你拿的蛇肉不就是他的肉吗？许久，对方才回复：“大神牛逼，以后我有好东西要卖，第一个找大神你。”没问题。吴宇看了一下对方的名字，随后关掉了聊天页面，走向自己的青铜宝箱。宝箱开打后，里面有2张图纸，还有6颗石头。稀有的青铜级寒冰弩图纸，详情：射击有效范围可达到40米，附带冰冻效果。打造需求：冰之石乘1，百段钢乘4。黑铁级巨马护栏图纸，详情：巨马的尖刺由百段钢构成，有更强的防护效果。打造需求：木材乘500，百段钢乘2，铁锭乘10。寒冰弩这装备很不错，这样一来，自己手上的弩箭也可以更新换代了。吴宇所有都学习后，便打开了升级台。不过百段钢怎么获得？随即，吴宇的眼睛看向了铁锭，探查。铁锭用途广泛的材料，注5个铁锭可以合成1个百段钢，1个铁锭可以分解出10根铁钉。现在铁锭和木材对现在的自己来说完全不缺乏。于是吴宇根据2张图纸对百段钢的需求量，吴宇将铁锭放入了加工台。不一会儿，足够数量的百段钢全部制作完成。百段钢一种材料，由铁锭合成，硬度大幅增加。紧接着，吴宇又点进了加工台，接连将火刃刀、寒冰弩打造了出来。火刃刀等级青铜级，附魔5，只可附魔1次，耐久100。介绍：刀刃锋利，势不可挡，带有灼烧效果，使得其更能轻易撕开防御。寒冰弩等级青铜级，附魔5，只可附魔1次，耐久100。储件020融入残破精魄，可以获得40支弩箭。介绍：蕴含着冰冻效果，可以使得中箭的生物速度减慢或者直接冰冻。将武器打造完成后，吴宇拿起来试了试手。在熟悉完这把刀后，吴宇又试了一下弓弩。根据上面介绍，这寒冰弩需要融入精魄后才可以获得剑士。于是吴宇取出一个精魄，靠近寒冰弩。精魄融合成功，获得40支专属弩箭。紧接着，吴宇来到木桩的位置，对着一块木桩直接射出一箭。箭矢在接触到木桩的时候，表面就已经结出寒霜，寒气侵人。将2把武器融会贯通后，吴宇坐在了椅子上稍作休息。前方出现车厢，听到系统提示，吴宇走到了操纵室的位置，查看回报值。回报率100%，风险中度风险，建议可以尝试获取那只有100%的回报，请记得带好自己的装备。全民穿越列车求生，吴宇装备大更新后，迎来了第1节车厢。慢慢的列车最终停在了车厢旁边，漆黑的黑洞如约而至。吴宇一脚踏入眼前的画面，便出现变化，四处杂草丛生。就在吴宇打量周边的环境时，一道吼声从背后传了出来。吴宇迅速转身看去，草丛中不知何时出现了3只长得像豹子的生物，正往吴宇这边猛冲。吴宇见此，直接抬起寒冰弩。恭喜你获得破碎精魄乘2，已经放入背包。剩下的应该是一只1阶生物，刚好试试这火刃刀效果怎么样。紧接着，吴宇抡起手中的大刀，朝着猎豹砍过去。恭喜你获得1阶精魄乘1，已经放入背包。猎豹尸体肉质劲道，食用后强身健体。皮毛用途广泛，可以防寒保暖。如今就算是1阶的生物，对自己来说也能够轻松对付。紧接着，吴宇将3只猎豹的尸体全部放入了自己的包裹当中，又将目光放在了车厢四周，开始搜索。一番搜索之后，吴宇找到一些制作疗伤药的草药和一个黑铁宝箱。采集术。收割完草药后，又将宝箱打开。恭喜你获得百段钢乘5，恭喜你获得黑铁级稀土，稀土可以使植物加快生长，缩短生长周期。又巡视了一遍后，吴宇便离开了这节车厢，回到了自己的列车后，吴宇将草药全部制作成为了药品后，又将拿出稀土放在了星辰之树的上面。名称：星辰之树为1，生长成熟还需330天，受到黑铁级稀土的培育，周期缩短。这个稀土的作用还不错。随即，吴宇将之前已经做好的盆栽拿出来，将盆栽放在窗台靠近星辰之树的地方。只见种子刚撒不久，已然开始发芽。探查：蔬菜苗成熟后可食用，生长周期4天，受到未知能量影响，生长周期缩短1半。不愧是保底4900回报的东西啊！紧接着，吴宇又将猎豹的皮完美的割下来后，猎豹肉可食用，可增强体魄，保质期3天。猎豹皮毛保暖防寒。
现在几天完全不用担心食物不够。这弩箭对自己没有多大作用了，可以先卖。这个交易刚挂出去没多久，便引来了许多逛交易市场的玩家注视。紧接着，吴宇又打开了区域聊天频道当中，黑铁地弩箭，而且还是附魔了的。我人裂开了，我们进入的是同一个世界，我连普通的弩箭都没有，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吴宇大神牛逼啊！我酸了，酸有个屁用，赶紧凑一凑换啊！弩箭啊，而且还是附魔的，附魔需要金魄，金魄需要斩杀生物，拥有一把弩箭就和有枪一样。很快弩箭就被一个名为殷永志的玩家给交易了。交易完成之后，吴宇所需要的东西到手，2块属性晶石，一个风之石，一个水之石。紧接着吴宇点开加工台，制作了一双鞋子和一个凝水器。凝水器打造成功后，吴宇将其放在了另外一节车厢当中。做完这些，吴宇把目光转向了列车的窗户。窗台升级需要木材乘40，铁定时。升级窗台。紧接着，整个列车的窗台开始出现全新的变化。做完这些，吴宇做刚一放松下来，偶然之间，系统提示音响起，前方发现车厢。于是吴宇连忙来到了操纵室，看着前方不远处停在轨道上的车厢，查看回报值。回报率0，风险无，建议没有浪费时间的必要。无风险，无收益。这样的车厢有何意义？难不成这系统还会戏弄玩家？随着列车的靠近，车厢已经完全展露在面前。吴宇还是忍不住去查探一番。进去其中后，眼前的画面让得吴宇感觉到有一些奇怪。这车厢不像之前遇到的车厢，外表是车厢，里面却内有乾坤。陡然间，吴宇来到了操纵台。这不是玩家列车吗？难怪会这么熟悉。还有这大洞，明显这是人为破坏。就在吴宇想要穿过那个大洞时，系统的声音传来：不是您的列车，不可离开。于是吴宇定透过大洞向外面看去，只见外面不远处有一滩血迹和一个头颅。一无所获的吴宇返回了自己的列车后，点开区域聊天频道。那个想逃出列车的兄弟，你还在吗？发生了什么情况？车厢外到底可以生存不啊？在线等啊，兄弟！这么久了都还没有消息，怎么回事？我怀疑那个兄弟可能已经怂了，没有逃出列车，所以不敢回复我们。有没有一种可能，他死了？吴宇这话一出，一时间聊天频道变得寂静无声。全民穿越列车求生，吴宇来到女妖族的地盘，与女妖王做了一个交易，随即便将卷轴收了起来，放进包裹中。很好，人类，你很合我的胃口。自作开宴迎贵客。蓝果可食用，味道极好，等级1阶。喉咙桃果可食用，爽脆可口，等级1阶。请尽情吃吧，有多少吃多少，不过只能在这里吃，不能带走。吴宇拿起了几颗水果，刚吃下去没几个，就已经出现了饱腹感。是不是吃不下去了？这些果子蕴含能量，你现在的实力当然只能承受住这么多能量。于是吴宇放下了手中的果子，转头看向女王询问道：你们这个世界的列车是怎么一回事？列车？什么列车？看来这群女妖也是不清楚情况。于是吴宇那换了个方式问道：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不知道。好了，我要休息了，你快走吧。我们女妖待的地方空气不和人类一样，你待久了会对身体造成影响。人既然是你带来的，就你负责送回去。老巫婆，请吩咐我做事，走吧，我送你离开。很快两人到达吴宇来的地方。这是我们女妖族的一些草药幼苗，看你偷的这么辛苦，就给你吧。吴宇道了声谢，随后走到漆黑薄膜前，回到了列车后，只见列车在他的视野中凭空消失。吴宇也不再去思考这些，而是从背包里面拿出了这次车厢探索的收获，将其摆在桌子上面。末阶异虫草幼苗，一种药草，等级1阶，生长周期10天。奇草幼苗，一种药草，等级1阶，生长周期10天。灵木水草幼苗，一种药草，等级1阶，生长周期10天。于是吴宇又做了几个盆栽出来，将幼苗栽种进盆栽当中后，放在了靠近星辰之树的地方。紧接着吴宇将桌上的卷轴拿了起来。疾风斩，等级1级，品阶1阶，效果增加武器的锋利度，以极快的速度向前横斩，瞬间斩出3剑，出剑速度犹如疾风一般，能够对身前的敌人造成伤害。虚弱咒术，等级1级，品阶1阶，效果对单个敌人的行动造成迟缓效果，削减攻击。如此一来，就不像是之前空有职业而无技能了。第3天后，吴宇终于听到了系统的提示。冰12小时后，列车即将到达第1站，迷雾沼泽。看到这突然弹出的讯息，吴宇一愣。列车到达第1站，迷雾沼泽。于是吴宇立马将区域聊天群打开。列车到达第1站什么意思啊？我也收到了，这个第1站是不是可以下列车了？看来我们都收到了一样的提醒啊！难不成我们到站了，可以回到自己的世界了？真的吗？那太好了，终于可以离开这个该死的列车了。有站台的存在就意味着可以下列车，应该是真的，不然这站台当摆设吗？啊，压抑了这么多天，总算听到一些好消息了。
我快要弹尽粮绝了，要是再没有这个消息，我可能和之前那个破坏列车的玩家一样，自寻出路了。吴宇看着里面的信息，内心却莫名出现了更大的危机感。紧接着，吴宇点开交易市场，兑换了一些木材与铁锭，准备将自己的列车防御方面进行升级。防御升级，铁锭 X120，木材 X100，是否进行列车防御升级？随即列车的周围出现了尖锐的铁刺，紧接着吴宇将已经完全成熟的蔬菜全部采摘下来，随后又播撒了剩余的种子上去，又加紧制作了2个凝水器。现在4个凝水器，一天能产2升多的水。随后吴宇又看向自己的个人面板，现在自己的力量、敏捷、精神各自都有1以上的提升。将所有准备做好之后，吴宇坐在椅子上，此刻已经夜晚降临。第二天天蒙蒙亮，前方到站，迷雾沼泽，请玩家做好到站准备，列车即将在1分钟后到达站台位置。吴宇猛然睁开眼睛，走到操纵台当中，列车前方被一团黑雾笼罩，轨道通往未知的地方。全民穿越列车求生，吴宇终于迎来了列车的第一站迷雾沼泽。列车的在进入迷雾之后，逐渐放慢了速度，最后列车停在了这个站台的旁边。列车到达第一站迷雾沼泽。规则介绍，请玩家下车，搜寻5根石找角之角，当做通过第一站台的车票，收集完成后，才可让列车继续行驶。提示：距离列车开启还有5天的时间，如果车票不够的，就自动在这里落下。规则介绍完，列车当中出现了与站台相接的黑洞。5天时间内，要是搜寻不起这个车票，恐怕落下的玩家会死在这个地方。于是吴宇打开了区域聊天频道，发现这些玩家同样也到达了迷雾沼泽。终于到站了，太好了，可以解脱了，再不用待在这车里了。这里雾好大啊！出来走一走还真不错。不过那个什么石爪角之角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这里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啊？晚上的那些猩红色的眼睛，这里会不会出现那种类似的怪物啊？不要再这危言耸听，大家好不容易从列车当中脱离苦海，太好了，在这个列车里快闷死了。吴宇看着这些人的聊天，并没有出言去提醒。就在这时，吴宇的私信里面弹出了一道消息：大神啊，你对这件事情怎么看？到达站台后，真的就可以解脱了？给你一个忠告，条条理清晰，在这里可能会存在危险，最好是做好防护的准备。大神怎么防护啊？我这还是一知半解。可以升级你的列车，或者是做好保护列车的准备，它有耐久度。好的，感谢大神的建议，我现在就去做。关掉了聊天信息，将寒冰弩和火刃刀全部装备起来，慢慢的走进了黑洞。当吴宇再次出现的时候，已经站在了站台之上。站台外没有任何建筑，也没有人为开发的情况。此时吴宇并没有妄自行动，而是从背包当中取出巨马护栏，将整个列车挡在了站台后面。做好一切后，吴宇便向着外面探查而去。四下搜索后，吴宇没有发现其他站台的存在。难道所有的玩家也是分开的吗？既然这里没有其他玩家的存在，也只能自己行动了。不一会儿，吴宇的身形彻底消失在列车的附近。10几分钟后，吴宇看到草丛中出现了一些橙灰色的花。探查，双生花已成熟，一种草药，等级1阶，断魂草，含有剧毒。这居然是1阶的草药，属实难得。居然还有一种毒草，采集术。全部收集完成后，吴宇继续向前走去。几分钟后，前方出现了几棵树木的影子。在确定好四周没有危险后，吴宇便开始了采集和砍伐。此时天色渐暗，吴宇果断原路返回，终于在天黑的前一刻返回到了列车的位置。可还没等他坐下来休息，只听到一声声鸡叫的声音，似乎在畏惧着什么恐怖的存在。第一晚将会出现第一波怪物，请玩家做好准备。听到系统的提示，吴宇当即反应过来，透过列车往外面望去，只见迷雾当中出现了2道黑色的影子。这2只黑色的豹子徘徊在了护栏外面。护栏虽然将对方拦在了外面，但是不能起到根治的作用。要是不解决的话，说不定明天还会更麻烦。于是吴宇不再迟疑，提着寒冰弩和火刃刀走出列车。2只豹子看着出现在自己面前的吴宇，更加凶猛起来。吴宇面无表情，抬起手中的寒冰弩，连续2箭，准确无比的扎在豹子的头上。吴宇确定好没有异常动静之后，便走出了巨马护栏外。探查，沼泽黑豹，肉质肮脏，食用者必会中毒，导致身体虚弱，严重死亡。等级普通生物，详情生活在迷雾沼泽，以沼泽腐烂的尸体为食。弱点怕火，在强光处视力会看不清。这2只豹子的肉加起来也够自己好几天的食粮了，但却是完全不能食用。全民穿越列车求生，吴宇在解决完2只豹子后，便回到了自己的列车当中，点开了区域聊天。救命啊！谁来救救我？我不想死，我不想死！我现在被困在列车里面，外面有2只豹子一样的黑影，谁来救救我？我好害怕！我这里感觉有好多怪物在拆我的列车，救命啊！我的列车现在的耐久度已经降低10%了。我也注意到了，是2只豹子，它们正在疯狂进攻我的列车。谁有药？
高价收购疗伤的药，我的腿被豹子咬断了。我也需要药，我被那该死的豹子抓伤了，高价换药。我现在血流不止，有药的什么要求都行。此时的吴宇发现聊天区域上面显示了一些数字，并且已经减少了100人左右。短短几分钟的时间，已经有100多名玩家死亡。随即吴宇便在聊天频道中说出了怪物的弱点，自己也只能帮助这些玩家到这了。是吴宇大神，你说的真的吗？大神的话不会有假，试一试就知道了。几分钟后，感谢吴宇大神，我付出了轻伤的代价，杀死了怪物。那怪物果然怕光，强光一照就变成了瞎子。我也是了，真的有用，感谢大神，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恭喜玩家撑过怪物的第一波袭击，今夜可以睡个好觉。吴宇关掉了聊天区域，躺在床上很快就睡了下去。第二天一早，一道系统的声音吵醒了睡着的吴宇。迷雾沼泽隐藏有宝箱，请玩家仔细探寻。看到这个提示，吴宇的眼前一亮，原来系统会有这样的提示。将背包武器全部准备好之后，吴宇走出列车。吴宇的眼睛扫视着周围，每个方向他都确定了一下回报率。回报率250%，风险极低，建议危险低，回报可观，很适合探索，小心沼泽。这个回报率比起其他方向都要好很多。于是吴宇不再犹豫，向着那个方向走去。走了一段距离后，突闻身边空地处传出响动声，吴宇骤然警惕起来，朝着声源处望去。只见2只兔子出现在视野当中，吴宇提起刀，以最快的速度将其杀死。查探：沼泽兔肉质肮脏，食用会导致中毒，严重死亡。等级普通生物。简介：生活在沼泽的生物，喜好腐败植物为食，没有攻击性。这些肉质都不可以食用，对自己没有什么作用。于是吴宇继续朝前探索。不一会儿，一个样式陈旧的宝箱出现在了他的面前。吴宇走上前去，将宝箱打后，里面赫然呈现了几件物品。收缩绳索的制作图纸，详情：绳索带有收缩功能，可自动延伸，最长不超过100米。打造需求：纤维 X20，附魔剑塔。等级：黑铁，附魔，放入精魄，自动变成剑塔，自动攻击，在攻击玩家自身列车的目标。耐久100，崭新出厂。储件0100，放入精魄自动生成剑矢，一个精魄等于10支利剑。这绳索暂时没有多大作用，但第二个剑塔要是放在列车上，简直就是将自己列车的防御化，被动为主动。吴宇将物品放入背包当中后，继续往更深处探寻了。陡然之间，从背后传来了一股杀机。吴宇转头看去，一只怪物正飞快向自己袭来，径直地扑向吴宇面门的位置。吴宇弯腰一躲，这只怪物直接落在了另一边的地上。探查：食沼角，异界的怪物，等级1阶，能力自由穿梭沼泽地，不会陷落。介绍：肉质肮脏，食用会导致中毒，严重死亡。全民穿越列车求生，吴宇在探寻的途中偶遇食沼角。食沼角？难不成食沼角之角就是这个生物的角？刚学的技能正好可以拿你练练手。虚弱咒术，使用技能的瞬间，食沼角速度骤然间慢了下来，效果不错。紧接着吴宇抬起手中的寒冰弩，瞄准食沼角的喉咙。不一会儿，食沼角的伤口撕裂处结出冰痂。吴宇上前来到食沼角的位置，这寒冰弩附魔后效果着实不错，比之前还强上几分。才结束。恭喜你获得食沼角之角，当前进度1/5。吴宇看了眼天色，继续往里面探索。一路探索，吴宇发现了一些宝箱，获得了一些铁锭、百段钢、食物和水等资源。又继续往前走了一会后，前方几具尸体渐渐进入眼帘。走近后，吴宇发现这几具尸体身上的伤口，食沼角头上的角造成的伤口一致。于是吴宇便拿出食沼角之角一比对，发现伤口比自己食沼角之角大了2倍左右。吴宇没有过多的猜测，现在灰暗的雾气逐渐扩散。10几分钟后，吴宇终于返回到了列车的位置。进入列车，吴宇首先就把附魔剑塔制造了出来，并且还往里面融入了一节精魄，2个破碎精魄。现在整个列车周边都已经有了尖刺进行防御，唯独车头的部位还是略有欠缺。确认是否将剑塔安装在车头。吴宇选择完毕后，车头上面出现了细小的黑洞，仿佛里面隐藏着一种未知的恐惧。做完这些，吴宇再次打开了聊天频道。我根本不敢出去，什么也没做，谁来救救我？我不想待在这里了。兄弟，只要胆子大，贞子放产假，没有什么会和命过不去。今天我收获到一只系统要求的食沼角之角了。什么？那是怎么收获到的？这个东西在哪里？在名为食沼角的猛兽身上，它额头长的角就是一只普通的生物，不是很强大。原来是这样，那就没问题了，相信我们很快就能收集好。重新启动，这里我是一天也不想待了。吴宇看到玩家所说的食沼角，愣了愣神。这样看来，食沼角也是分了等级而存在的。
紧接着，吴宇的私信消息中传出一个短信息：大神，这次我需要一张异阶动物的外皮来制作防御装备。我这里有一张兽皮，你先看看怎么样？于是吴宇把兽皮发了过去。异阶大佬就是大佬，异阶都能杀，不像我普通的都补不过来。大神，要是有机会见到你，一定要带我啊！吴宇没有回复对方，约莫一会儿后，大佬，我拿这个防具的图纸给你兑换，怎么样？稀有的青铜级墨甲图纸，详情：增强防御能力，拥有超高韧性，能够抗撕裂，防止腐蚀，打造需求百段钢 X5，异阶生物的鳞甲，土之石 X2。这图纸效果还不错，现在自己刚好有这些物品，行，那就交易吧。于是两人很快做完交易。感谢大神，以后有啥好东西，我第一个想到你。结束聊天的吴宇有些诧异，这镀金国不知道是搜查到什么了，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图纸？紧接着吴宇将这个墨甲直接进行打造，穿在身上后，顿时感觉一阵清凉。墨甲等级青铜级，附魔无，只可附魔一次，耐久100。崭新出场介绍：较强的防御能力，拥有超高韧性，能够抗撕裂，防止腐蚀。玩家数量再次减少，过不了几天，恐怕余下的都是较为精英的玩家。吴宇吃了点食物，将肚子填饱后，此时已然夜幕降临，四周漆黑一片。全民穿越列车求生，迷雾沼泽第2晚，吴宇在列车周围的附近都点上了火把。第2晚，第2波怪物将会在30分钟后出现，请玩家做好准备。吴宇透过窗看向外面的几个身影，心中一凛：3只豹子，1只石爪角。耗子护栏成功将这些生物全部阻挡在外。此时，吴宇准备试试自己的另一个技能，于是提起火刃刀就往列车外走去。看到从列车当中出现的吴宇，4只生物怒嚎着看向他，3只豹子忍不住以最快的速度冲了上来。吴宇没有任何慌张，火刃刀紧握在手，身体瞬间移动，空中只见3道刀光。一旁的石爪角还没有反应过来，这3只豹子就已经被杀死。虚弱咒术，石爪角转身刚想抬脚，突然间感觉被限制了移动。吴宇没有停留，直接将其击杀。采集术，恭喜你获得石爪角之角，当前进度2%。这豹子好像是石爪角的小弟。危机解除，吴宇回过头，走向自己的列车，打开了区域聊天。救命啊！为什么那些豹子突然间无视火焰了，还多出了一只石爪角？有谁来救救我？我列车正在被疯狂破坏，谁来救我？我什么都愿意给。救命！救命！救命！我的列车已经毁坏到剩下60%了，请救救我！聊天群里充满着绝望的气息。此时存活的玩家人数陆陆续续的在减少，大约过了半小时左右，怪物再次准时的离去。恭喜玩家成功躲过第2波的袭击，根据玩家的杀敌数量发放奖励。吴宇听到这个声音愣了一下，只见的桌面上彩色光华一闪。提升果可以永久增加玩家的力量、敏捷、精神、备注、系统奖励可以交易。吴宇将果子直接一口就将果子吃了下去，自己的技术属性全部已经来到了20以上。第2天，吴宇同样是被系统吵醒。宝箱已经更新，投放稀有宝箱，请玩家往深处探索。这一次系统提示的宝箱看起来似乎不同寻常。来到车厢外，吴宇照常查看了一下各个方向的回报值。回报率1500%，风险中度风险，建议巨额收益让人难以拒绝，注意隐藏在暗处的生物。如此高的收益却只有中等风险。于是吴宇开始朝着这个方向前进。10几分钟后，吴宇背后紧接而来的是一只豹子。吴宇在转过身的同时，手中的火刃刀顺势挥砍，悬在半空中的豹子还没将吴宇扑倒，便当场毙命。这附近可能还有一只石爪角，毕竟石爪角很可能就是这些豹子的大哥。于是，在吴宇四处的巡视下，听到了一声异动，突然窜出了石爪角，恶狠狠地向吴宇过来。将2只豹子击杀后，还没等吴宇些半口气，背后一股更浓烈的杀意袭来。吴宇娴熟的抬起弓弩，一记呼啸而出，随即石爪角硕大的脑袋被他们的透明两采集术。恭喜你获得石爪角之角，当前进度3%。紧接着，吴宇继续往前走去，没有再去管石爪角的尸体。不久后，前方出现了一个山洞，吴宇一路摸索进去，在洞里发现了2只正在休息石爪角。紧接着，吴宇抬起弓弩，射出2箭。恭喜你获得石爪角之角 X2， 收集完成，请玩家返回列车，将石爪角之角放在操纵台上进行操作。恭喜玩家第1个收集完成物品，触发隐藏任务。隐藏任务：斩杀100只以上的石爪角，将会获得一份特殊的奖励，斩杀的越多，获得的奖励就越好。任务可以中途放弃，是否接受任务？完不成任务也能随时离开这里，反正自己现在收集齐全了。是。接受任务后，吴宇在洞穴底部开始探查。终于发现了一个白银宝箱，里面有一个吊坠和大量的物资。
隐匿吊坠，等级特殊道具，稀有物品，作用装配之后注入能量可以隐藏自身。吴宇将符文拿了起来，一拧，顿时吴宇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开始变得透明化。当吴宇停止了力量的注入，身体才得以逐渐恢复。这一次收获颇丰，没想到得到了这么多东西。不过那1500%的回报率还没有挖掘出来。全民穿越列车求生，吴宇意外触发隐藏刃，于是吴宇出了山洞，向着更深处的位置走去。不知走了多久，前方传出了阵阵低吼的声音，于是吴宇顺着声音朝那边看去，那里出现了一个高大的建筑，并且还聚集着无数的石爪角和一只全身金黄石爪角。探查。石爪角之王，异界的怪物，等级2阶。大门的面前，石爪角王对着众石爪角下令，于是其中一只便冲了上去。突然，大门处出现一个结界，将石爪角弹飞出去。这里面可能有什么东西在吸引它。查看回报值。回报率1500%，风险中度风险。建议结界对人类不会发生作用，不会阻止人类的进入，可以直接进入，获得你所想要的回报。看到这个，吴宇心中一动，反正这些石爪角一时间也攻不破，等上一会儿摸进去。此时，其他的石爪角陆陆续续，随着石爪角一动，结界已然摇摇欲坠。而在其周围已经遍布了不少石爪角的尸体。吴宇看着手中的隐秘符文，富贵险中求。于是吴宇意念一动，紧接着吴宇的身体缓缓消失。果然，这些石爪角没有阻挡自己。当吴宇走进去后，放眼望去，全都石头堆砌成的一个个石屋。又是人类文明吗？不过看样子这里已经荒废了很久。很快，吴宇来到了整个村落的中间，青石堆砌，祭台拔起。又是祭坛。吴宇向着祭坛内看去，一颗黑色晶体中封存着一颗蛋。这里为什么会有一颗蛋被封存在晶体当中？当吴宇用手轻轻去触碰这个晶体的时候，整个晶体化直接化为乌有，同时洞窟门口结界也在这个时候彻底消散。吴宇见此，直接拿起蛋放入背包跑路，隐匿身形，原路返回。山洞里面，黄金石爪角来到了祭坛之上，有些错愕。紧接着，一声怒吼在洞窟当中回荡。顿时，整个迷雾沼泽的深处轰隆隆传来声音。此时，吴宇已经回到了列车上。原来有这么多石爪角聚集在一起，怪不得之前探索的时候石爪角很少见。神秘的宠物蛋，等级未知未孵化，详情某原始部落的供奉的神。提示滴血上去，与其绑定，孵化可获得宠物。于是吴宇根据提示将自己的血液滴了上去。紧接着，蛋逐渐出现裂缝，突然出一个生物从其钻了出来。这难道就是古老部落的神兽？姓名未取名。说不定就彻底没命了，还不知道后面出现的怪物会不会更多。我还差2个就可以成功了，成功今晚的怪物袭击应该就可以了。我还差1个，但是我的列车损坏严重，今晚该怎么活下去啊？自己现在反正要留下来，爪子对自己的意义不大。此次玩家们都应该不少的收获，正好可以换一波。拍卖石爪角之角，价高者得。聊天区域内拍卖，拍卖完成后交易。这一句话让的聊天区域直接热闹起来。吴宇大神居然直接拍卖石爪角之角了，好强啊！我还在为怎么得到石爪角发钞，大神就已经开始拍卖了，差距太大了吧？大神，游戏是不是挖坑了？你集齐了还不走？对啊，大神，我们可都急着离开这个苦海呢。你们缺角，我缺少物资，大家各取所需。为了防止有人乱报价，一旦出现不符合或者给不上的，直接拉黑，不再进行任何交易。全民穿越列车求生，吴宇将所得的石爪角进行拍卖。我要买，我要买，我就差1个，我出买断钢城1。打发小孩呢？我出水。嚯，土质是每个城啊，外加1张黑铁器装备图纸。别跟我抢，我就差这1个就可以脱离苦海了。聊天区域炸响，给的价格正在节节攀升。一会后，吴宇获得了木材乘100，百断钢乘10，金、火、土之石乘2，黑铁及铁靴装备图纸。我手里还有4根角，明日拍卖，起拍价就是今天的成交价。大神居然已经凑齐了，怎么会有你这么强的玩家？跟我们一条活路吧。不愧是大神，3天不到的时间就已经搜集齐全了。明天的4根角，我是势在必得。兄弟们，我列车重新启动，现在已经离开了迷雾沼泽。什么？羡慕啊，兄弟，脱离苦海了，不用再面临今晚的第3波怪物了，真好啊！不说了，我要去大肆收集宝箱，准备兑换吴宇大神的物资，早点离开这个鬼地方。夜幕降临，第3波怪物即将出现，请玩家做好准备。紧接着，吴宇静静等待了起来。昨晚的怪物有4只，其中1只还是石爪角，不知道第3波会出现什么更恐怖的存在。很快，吴宇透过窗户发现从黑暗中走出一道影子。这一次来的只有1只豹子。
于是吴宇带着二哈从列车当中走了出去。二哈一出，列车直接率先冲了过去。难不成这小家伙能直接干掉对方？这个感觉刚一浮现，下一秒豹子一只前掌轻轻一开，这二哈直接被拍飞了出去。这他妈送菜啊！二哈对着吴宇一双大眼睛，泪水横流，可怜无比。吴宇见此，直接提着火刃刀冲上去，一刀就将其毙命。看到豹子这个状态的二哈，立马一脸嘚瑟。这二哈现在本事没有多少，装逼道是一套又一套。紧接着，吴宇返回到了列车当中，点开聊天区域。不，今天还好，只是一只普通的豹子，我一板斧就把其干掉了，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恐怖的存在。我这里来了一只普通的十爪角，太好了，又获得了一只角。你们居然这么幸运！我这里出现2匹豹子，好在我应付过来了，全部歼灭！哈哈哈！我这里什么怪物都没出现，太好了！这第3波感觉也不恐怖，今天撑过去，我明天必定能聚齐5只脚，离开这里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会不会和那黄金十爪角有关？恭喜玩家撑过怪物的第3波袭击，今夜可以睡个好觉。听到系统提示，吴宇躺在了床上，很快就沉沉睡去。第二天，吴宇被二哈翻动背包的东西吵醒。等吴宇检查时，发现一阶金珀被吃了，居然是以金珀作为食物。紧接着，吴宇打开了区域聊天频道。今天拍卖时间，下一波攻击来临的时候，增加一个条件，需要金珀。随后便全副武装起来，继续探索。离开列车还没走一会，突然间前方出现了一些动静，这是十爪角，而十爪角身后还跟着3只豹子，四处巡视。这些怪物现在不会正在找自己吧？紧接着，吴宇抬起手中的寒冰弩，对准了在豹子后面的十爪角。其他几只豹子看到自己的老大暴毙而亡，其余3只豹子马上扑向吴宇。很快，吴宇凭借火刃刀轻松将其收割。收集完后，吴宇转身走向更深处的位置。半小时后，吴宇已然来到迷雾沼泽更内部的位置。迷雾当中，100只十爪角带着3只豹子正在地毯式的搜索，而吴宇则是一路尾随。终于，吴宇等到了动手的时机。吴宇将十爪角的角采集下来后，转向下一个目标。几小时后，一片沼泽地躺着许许多多的怪物尸体。吴宇看着天色逐渐黑了下来，吴宇索性终止了追踪。隐藏任务：杀死100头十爪角，当前进度25-100。今天已经是第4天了，明天是最后一天的期限，距离那100头还是比较遥远。在吴宇离开许久之后，黄金十爪角看到遍地的十爪角与豹子尸体，发出一声怒嚎。随后听到声音的十爪角纷纷朝着黄金十爪角的位置跑去。全民穿越列车求生，黄金十爪角命令下属在地毯室搜索吴宇的行踪。此时吴宇已经回到列车当中，打开了区域聊天。吴宇大神怎么还不来拍卖？我等的花儿都谢了。对呀，这都要到晚上了，怪物来之前我就想走，这次我可是准备了充分物资兑换。4个角我是在逼的，你们别争了。我手上现在有15个十爪角之角可以拍卖，分成5波，每波3个。现在拍卖正式开始。大约花费了10几分钟的时间，交易结束。吴宇一共获得破碎的金珀30个，一阶金珀5个，百段钢、木材以及金木水火土等各种晶石若干。上次升级的是窗台和防御，接下来升级扩容和铸造台了。扩容升级，木材 X200，铸造台升级，铁锭 X220。是否扩容升级，铸造台升级？是。不一会儿，吴宇就能感受到自己所处的空间已经开始变大，紧接着又多出了一个台面。初级锻造台可进行装备的修复，需要提供装备应有的原材料。这个锻造台不错，可以修复装备。紧接着，吴宇拿着火刃刀放在了锻造台上。修复火刃刀，请放入百段钢乘2。于是，吴宇的手中出现了2块百段钢，放了进去。几秒后，当吴宇再度拿起火刃刀时，上面的耐久度已经来到98%，效果不错。第4晚怪物将会在30分钟后出现，请玩家做好准备。听到提示，吴宇将火刃刀拿在手上，寒冰弩装备在身。30分钟很快过去，吴宇发现周围一片寂静，怎么回事？带着心中疑惑，吴宇打开了区域聊天频道。太好了，今晚居然一只怪物都没有，明天我有希望离开了。我这里是一只老的掉牙的豹子，战斗能力连小孩都不如，我一刀就把它削了。我这儿也没有遇到怪物，太好了，明天就可以离开了。刚刚杀死一只弱小的十爪角，刚好集齐5个，可以跑路了。看来这系统并不是想要真的让我们死在这里啊，还是留有生机的。扛过第2波，这一切就好起来了。这些老弱病残的怪物就是过来送菜的，完全没压力，还让我集齐了角。全都是老弱病残，难道都被那黄金2阶的十爪角召唤走了？关闭区域聊天后，吴宇躺在床上，很快就进入梦乡。第2天一早，系统居然没有提示有宝箱的存在，不过这次主要是为了猎杀十爪角。于是吴宇收拾了一下背包和装备，准备出门的时候，二哈眼睛充满委屈之色的看着吴宇。吴宇无奈，只能将其带上。10几分钟后，
二哈顿住了脚步，眼睛直直看着前方。没一会儿，吴宇的视野当中出现了几道庞大的身影。4只石爪角实力上比起昨天要多上一大截，看样子是已经慢慢从那边搜寻过来的。这时二哈示意吴宇跟上他。不一会儿，二哈把吴宇带到了另一处地方停了下来。这2只石爪角看样子比较弱小，周围也没有其他石爪角。随后吴宇缓慢地抬起手中的寒冰女，抬手一剑，直接贯穿了其中一只石爪角的喉咙。另一只石爪角刚想叫出声，就被吴宇一刀将脑袋整个切了下来。将2只石爪角的角采集了下来后，吴宇丢了一个破碎金魄给了二哈，当做奖励。多帮主人干大事，以后吃香的喝辣的。随后的时间里面，吴宇依靠着二哈开始在各个薄弱处击破，其中还收获了大量的宝箱。隐藏任务：杀死100头石爪角，当前进度54%。现在背包已经装满了，只能回去放完东西再出来杀。于是吴宇慢慢的向列车方向前进。全民穿越列车求生，远处嶙峋的山石上，黄金石爪角一声吼叫，很快所有搜查的石爪角都聚集到了这里，但其中有一个方向缺了一个角。黄金石爪角暴吼一声，率先朝着这个缺失手下的方向狂奔，后面的一大群石爪角紧随其后。此时吴宇回到了列车当中，生火烤肉，吃点东西补充体力。烤肉的同时，吴宇打开聊天区域，准备将剩余的角拍卖。怎么办？我还差2、3个石爪角之角，我还差一个。不过今早上搜索了半天，什么也没获得。今下午要是再搜不到，那我就要留下来了。完了！你们说吴宇大神还会不会售卖啊？我现在好希望他带给我希望。看来已经有玩家开始忧虑起来了，马上售卖石爪角之角，这次数量有29个，先到先得。卧槽！吴宇大神才一早上不到又来售卖了。这次石爪角的数量，大神卖的数量比昨天多了将近1倍。哇，这也太强了吧！大神哥哥，能带妹妹好好活下去吗？出去后我就嫁给你。大神就是大神，杀石爪角如杀鸡一样简单，我真的太难了，杀1只石爪角都要半天时间。永远都是大神引领着我们前进啊！10几分钟后，吴宇再次获得一大波物资，一阶金魄 X35，残魄金魄 X100，与大量的物资可一些制作图纸。做完这些，吴宇带着二哈走出列车。就在这时候，二哈望向站台外面，发出低吼的声音。二哈这家伙嗅觉和听力都是相当的强。吴宇顺着二哈的目光望去，脸色变得凝重。随后，只见密密麻麻的石爪角的影子逐渐变得清晰。果然，他们就是在搜查自己。此时，黄金石爪角隔着巨马户与吴宇对视起来。好在前方有巨马护栏的防御，这些石爪角扑不至于直接越过来。刚好试试列车头箭塔的作用，冲上来撞击的石爪角还没有碰上护栏，就被利箭径直击穿身躯。随着利箭的射击，吴宇发现了一个问题：这箭塔面对一阶的石爪角效果微乎其微。此时石爪角不计其数，前赴后继，很快就撞上巨马护栏上面的尖刺。吴宇手持着火刃刀，隔着护栏攻击冲上来的石爪角。一时间，吴宇凭借巨马护栏将这个局面维持在了一个动态平衡。随即，吴宇将二哈送回列车，让其去给箭塔加金魄补充弓箭。半小时后，护栏外横尸遍野，其他的石爪角踩着同伴的尸体源源不断扑杀上来。黄金石爪角嘴中发出一声暴喝，然后径直的扑杀过来，挡住他的巨马护栏瞬间打开了一个巨大的口子。紧接着，无数的石爪角从这个口子涌入。吴宇面色一变，再度一个横扫，斩掉了面前的石爪角后，连忙窜进了列车当中。在他进入列车后，石爪角直接包围在列车周围，不停对列车发出凶猛的攻击。吴宇坐在星辰之树下，快速恢复自己的体力。还好列车升级了，暂时能抵挡这些怪物。不过这些石爪角在黄金石爪角的指挥下，悍不畏死。此时，吴宇注视着列车的耐久度，正以10秒1%的速度开始往下掉。这样下去，不到20分钟，列车必将彻底毁掉。看来只有将黄金石爪角杀了，危机才能解除。这时，外面的黄金石爪角发出一声低吼，随即身体猛然扑向列车。黄金石爪角亲自动手了，这要是多来几次，这列车怕1分钟就破开防御了。此时吴宇手中紧握火刃刀，弓弩也固定在了手上。透过窗外，吴宇已经发现那个黄金石爪角跳回了原地，静静的与他对视。全民穿越列车求生，吴宇看着列车的耐久度直线下降，随即吴宇选择走出列车。在走出列车的一瞬间，吴宇直接将周围的石爪角全然斩杀，随后朝着这个方向冲了出。看到逃跑的吴宇，黄金石爪角直接追了上去。跑到一半，突然感受到侧方箭矢破空而来，在利箭到达的一瞬间，利箭直接被划成2截，紧接着又是一支支利箭陆陆续续杀向这只黄金石爪角。吴宇没有放弃对这只石爪角的射击，终于在一个利箭杀过，黄金石爪角的身体也一下不一样。
惊人的寒气从伤口弥漫开来，将其冻成碎冰。而处于隐身的效果的吴宇不断消耗着他的体能，终于，这只石爪角的动作因为寒冰弩箭的作用变得稍显迟缓下来。吴宇看到这一幕，明白自己的动手时机已经合适。随后，吴宇手持火刃刀快速靠近，使出全身的气力劈砍上去。而黄金石爪角感应到吴宇的位置后，爪子准确无误地拍了过来。虚弱咒术，黄金石爪角突然感觉身体间出现了一幕，吴宇抓住这一顿的机会，火刃刀一刀砍了下去。陡然间，黄金石爪角身上冒出了金色的光芒，紧接着石爪角身上的负面的影响瞬间消灭。吴宇见此脸色一变，快速拉开距离。黄金石爪角在地上一蹬，瞬间就来到了吴宇的面前。完了，躲不开。就在吴宇打算认命之时，体内陡然间涌出了一股莫名的力量，好像一直隐匿在体内。吴宇下意识地使用了虚弱咒术，并且这一次的虚弱咒术直接将黄金石爪角的身体静止在空中。吴宇没有多想继续使用自己的技能，疾风斩，朝着黄金石爪角劈了过去。一刀过后，火刃刀直接化为了灰烬。周围的石爪角发现了黄金石爪角旁的吴宇，目光警惕地盯着吴宇。其中一只石爪角大吼一声，就往远处撤离。有了第一只石爪角的带头，其他的石爪角也是跟上脚步。等到这些石爪角全部撤离后，吴宇将黄金石爪角的脚采集了下来，就返回到站台当中。此时列车外巨马护栏已然全然毁坏，而列车上面的爪痕更是不计其数。这些石爪角的数量恐怕不下100只。采集数，采集完成后，吴宇回到列车，直接查看耐久情况。初级列车评价普通，能够为玩家遮风避雨，提供一定的防御，耐久度28%。这次列车和报废没什么区别，必须要及时修复。好在现在手上多出了107只脚。随即吴宇点开区域聊天，我今天一只石爪角都没看到，怎么回事？我就差一只脚了。我也是，就感觉石爪角突然消失了一般。你们也出现了这个情况，我本以为今天就可以搜集齐全的，没想到却一只都没看到。完了，今天是最后一天，这该怎么办？5分钟后贩卖石爪角之角，总数量102只。吴宇话一出，顿时整个区域聊天当中的人全部呆若木鸡。很快，吴宇石爪角之角就被一扫而空。卖完后，吴宇的物资也重新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是否修复列车？需要铁锭80，木材540。是。很快，吴宇列车就修复完成，列车也开始行驶下去。旁边，星辰小树依旧在吞吐星光宝物。刚才自己体内的那股陌生的力量，难道就是自己平时融入体内的星光宝物，隐匿在了自己的体内？不管了，还是先看看隐藏任务的奖励。隐藏任务：杀死100头石爪角，当前进度156%。恭喜玩家完成隐藏任务，奖励发放。随即，吴宇的桌面上出现了几件物品：全民穿越列车求生。吴宇看着桌面上的系统发放的隐藏奖励。月雀剑等级青铜级，可成长，附魔5，只可附魔一次，耐久100%。介绍：能轻易破开防御，吸收生物血液，能成长等级，当前进度0200。月亮井尾等级青铜，作用自动吸收空气中的水元素，每天生成2升水。详情：这只是模仿月亮井仿造的东西。咒术飞弹剑咒术师技能等级1级，品阶1阶，效果一定范围内可以对多个敌人造成飞弹伤。剑术技能等级1级，品阶1阶，效果汇聚能量发出剑光，对远处敌人造成伤害。这都是远程技能，如此一来，自己的攻击手段也不会太过单一。检测到玩家斩杀2阶黄金石爪角，奖励特殊物品时空砂。时空砂等级特殊道具，稀有物品，作用能够扩充物体的容器，使其内含乾坤。这应该就是那些车厢为什么里面内含乾坤的原因吧。列车行驶一段距离后，吴宇透过窗台看到了一个熟悉无比的东西——站台。站台玩家同时也看到了吴宇的列车，不断地向着吴宇求救，但是被一股无形的空气墙挡住了去路，将其阻隔开来。最后，吴宇也看到了玩家的列车有损坏的痕迹，还没有进行过修复。果然是在同一个地方。就在这时，二哈对着窗外狂叫。吴宇顺着二哈的方向望去，骤然间看到了挤满了密密麻麻的石爪角，其中黄金石爪角都有数十只被气墙挤在一块地方。当空气墙消失的瞬间，所有石爪角蜂拥而出，大肆荡平着周围的一切。看来那些留在沼泽地的玩家完了。吴宇的列车彻底离开了迷雾沼泽后，四周变得明亮清晰了起来。紧接着，吴宇打开了区域聊天。我操！列车离开的时候你们看到没有？我特么厉害！原来我们都是在同一个地方，只是被隔绝了起来。我差点吓尿了！你们看到其中一个被空气墙隔绝起来的地方没有？全是石爪角，而且还有几只特别强壮，身体颜色都不一样的。完了，那群人死定了啊！还好老子刚才在最后的时候拼死干掉了一只。关闭区域聊天后，吴宇再也忍不住，
躺在床上休息。第二天，吴宇来到第2节车厢，准备捞条鱼吃。就在这时，吴宇看到自己堆放金珀，此刻却已然剩下零星1、2个。好家伙，金珀全给吃了。此时二哈楚楚可怜地盯着吴宇，这一次这小家伙也出了不少的力。随即吴宇捞出了一条大鱼，直接丢在烤架上进行烧烤。来到这个世界这么多天，这算是最享受的一餐。吴宇拿出时空沙放入到列车当中后，列车的空间比起原来整整大了3倍。当吴宇钻入存放物品的车厢时，发现这节车厢没有变化，看来变化的只有第1节。前方发现车厢，查看回报值，回报率50%，风险无，建议文字再小也是肉，建议去查看。这车厢没有危险，还有50%的回报，这种白嫖不要拍不要。随即吴宇拿着巨阙剑就走进那节车厢当中，一阵熟悉的天旋地转感出现后，吴宇发现他正处于一个大峡谷当中，这里刚好可以试试新技能咒术飞弹。紧接着一小股能量团在吴宇的手中悬浮，吴宇随手一扔，几乎眨眼间能量团打在山壁之上。就是消耗有些大，按照我现在的体力最多也就使用3次。随即吴宇又将巨阙剑拿在了手上，向着山壁处横劈了过去。一抹剑光以闪电般的速度杀向山壁，片刻之后，山壁直接被撕开一道口子。技能是好，不过消耗也大，看来只能够作为底牌留着。全民穿越列车求生2个技能测试完毕，吴宇便开始寻找起来。最后吴宇发现了一些普通的植物，还有一些特殊的土壤。回到列车后，吴宇制作了一个围栏后，又将土壤全部倒在了里面，然后将所有的植物全都种了下去。忙活完这些，夜幕降临，静谧的月色下，一道绿色的光芒一闪即逝。几分钟后，那道绿色光芒围绕着星辰之树不断旋转，然后进入到了泥土当中，露出一小截脑袋。第二天，吴宇在一阵芬香醒来了。吴宇吃了一点食物，伸展了一下身体后，吴宇开始浇花。前方发现车厢，查看回报值，回报率200%，风险中度风险，详情里面有一个白银宝箱，是双头食人魔的领地，建议小心应付，会得到丰富的回报。得到提示后，吴宇将背包整理了一下，又把巨阙剑和寒冰弩装备在了手上。几分钟后，吴宇出现在一小片耕种之地附近，突然不远处传出动静，于是吴宇悄悄探查过了去，发现食人魔正在睡觉，旁边锅炉里面还有一只断手正在煮着。这应该就是回报系统说的双头食人魔了吧？探查。双头食人魔，喜食人肉，等级2阶，能力碎骨一击，强化力量，可以粉碎任何物体。弱点：腰腹处位置防御较低。紧接着吴宇抬手对着其弱点方向就是一剑，但被食人魔的手臂挡住。受伤的食人魔猛然睁开眼，拿起狼牙棒杀向吴宇的位置。吴宇见此连忙拉开距离。听到后方的动静，吴宇回头看了一眼，眼中震撼，这力量也太强了吧！紧接着吴宇向隐匿符文注入力量，随即身体便消失在空气当中。此时食人魔四处观望，而吴宇的身形慢慢靠近食人魔的背部，在距离足够近的位置后虚入咒术，随即吴宇手握巨阙剑，直接将食人魔的手臂斩断下来。紧接着吴宇后退几步，看准食人魔的弱点，直接使用了半月斩。食人魔还没做出反应，身体便被刀光从中间劈成了2截。恭喜你获得2阶金珀1，已经放入背包。吴宇稍微歇了口气后，将食人魔的狼牙棒放进了包裹，便继续沿着食人魔出现的地方走去。采集树，恭喜获得棕龙草4，恭喜获得水墨藤8，恭喜获明灵草1。食人魔药剂的配方，等级1阶，详情：药剂喝下之后能够获得力量加成1小时。所需材料：棕龙草2，水墨藤4，水110毫升。腾空背包制作图纸，等级1阶，详情：放入能源，可以漂浮在半空，隶属于地精一族的产物。所需材料：果汁11，铁锭4，飞羽11。清空白银宝箱后，吴宇继续开始搜查，不久便发现了食人魔居住的窝，里面有不少的武器和几颗极不显眼的石头。吴宇将石头捡起来后，便探查起情况。云铁，一种材料。吴宇将所有物品装进背后，便返回自己的列车当中。制作了2瓶食人魔药剂后，吴宇又投入了几颗属性晶在星辰之树上。星辰之树25天后成熟。从上次的危机来看，抓紧时间升级列车才是关键。初级列车评价普通，能够为玩家遮风避雨，提供一定的防御，耐久度100%。升级需求：云铁10，飞羽10石，布材100，百断钢50。其他都还好，就这飞羽11个都没有。做完这些，吴宇便将从食人魔那里获得的武器和自己的凝水器挂在交易市场上后，吴宇又来到聊天区，售卖凝水器、武器，先到先得。凝水器，我天，那不就是可以源源不断的提供水源的东西吗？优势大神，怪不得之前可以用水来交易，原来如此。我看到交易市场有2个人每天都会售卖水，该不会和吴宇大神一样？
拥有凝水器之类的吧？可以帮忙制作一个凝水器，但是需要一个陨铁作为费用。陨铁是啥？天，大神原来可以制作凝水器，怪不得我缺乏水。哎，我没有陨铁，这下没招了。不一会儿，便有6个人私信了他，于是吴宇制作出6个凝水器，交易到了6块陨铁。全民穿越列车拿到了凝水器的玩家纷纷对吴宇发出感谢，感谢吴宇大神出售的凝水器，再也不用为水资源过分发愁了，哈哈哈！以后就不用再因为水大费周章的四处购买，那些卖水的玩家真是坑死了。还是大神心胸大量，直接就把凝水器卖出来了。以后大神你就是我亲大哥，可惜了，要是我有银铁，我一定马上就过来换取。希望大神到时候不要涨价。放心，一个凝水器1块陨铁，价格恒定。关掉聊天区域后，吴宇便躺在床上入睡。第二天天微微亮，系统的提示声就传来，前方出现车厢，查看回报值，回报率50%，风险中度风险，详情里面只有一些木材，还有一只2阶毒蝎，建议犯不着为了一点木头被毒蝎祸害。回报率200%，风险微高风险，详情这是一个陷阱车厢，但是拥有特殊的物资，里面有一个白银宝箱，建议风险与机遇成正比。左边这个车厢微高风险吗？看来里面的陷阱很毒辣呀。紧接着列车两边都出现了一个黑洞。吴宇整理完物品后，便走向左边的车厢。当吴宇在出现时，正处在一个长长的墓道中。这里也太黑了，好在准备了一个火把。在火把的照耀下，吴宇迈着步子，小心翼翼地朝前移动。突然，吴宇的一只脚下传出一道声音，紧接着无数弓箭射出。又走了一小节路后，吴宇发现前方有一个金灿灿的宝箱摆放在最里层的位置。黄金宝箱，回报率显示的不是白银吗？探查。名称宝箱怪，等级1阶，详情宝箱怪可以伪装成的黄金宝箱，一旦打开后就会释放麻痹毒气。这个世界真的无奇不有，居然还会有这种怪物。要不是自己有金手指探查，恐怕自己就栽在这里了。紧接着吴宇拿起手中寒冰弩，抬手一剑。恭喜你获得1阶精魄1，已经放入背包。杀死这只宝箱怪后，吴宇确认这里再没有危险，便开始四处搜索。终于在一处隐秘的角落看到了藏匿的白银宝箱。能源石可以冶炼2阶以上的材料。冶炼2阶的材料，难道没最高冶炼的等级就在1阶了吗？飞羽石，一种材料。终于有飞羽石了，马上就可以将背包制作出来了。将剩余物资全部收好后，吴宇便回到列车，将腾空背包制作出来后，又打开了交易市场，想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材料。吴宇在交易市场看了许久，也没有看到令他心动的，索性关掉了交易市场。此时的天空已经黑了下来，半夜列车外尖锐刺耳的摩擦声将吴宇惊醒。吴宇抬头看向车窗外密密麻麻的红色眼睛，探查。血色蝙蝠，吸食人血，等级普通生物，能力对人类的气息极为敏锐。了解完信息后，吴宇又看向聊天区域。卧槽，出现了好多蝙蝠，好恐怖！我这里也是，好像就是以前的那诡异的眸子，好像是，但好像也不是。为什么这次他们会围过来？卧槽，我有种不祥的预感。此时聊天区域当中再次弥漫出一股恐慌的气息。这时的列车两边都出现了黑洞，通过黑洞可以看到外界的这些怪物。看来这些怪物并不能透露进来。暗月斩，剑气瞬间透过血色蝙蝠将其斩成2截，而这些血色蝙蝠源源不绝，一波又一波。全民穿越列车求生，此时吴宇的列车被血色蝙蝠团团围住。咒术飞弹，刹那间几个能量弹自周身浮现，轰了过去。但血色蝙蝠立刻又有一批填充了上来。击杀之后没有惊破。就这样，吴宇不断的实验自己的新能力。10分钟后，血色蝙蝠终于没有再跟上列车，列车上的黑洞也随之消失。之前可能是有什么限制，所以这些怪物没有动静，只是观望。怎么回事？为什么这群怪物会发动攻击了？我的列车损耗了80%，好在那些怪物没有追上来了，太危险了！这群怪物仿佛失心疯一样，完全就起不到震慑的效果。你们看邮箱，里面出现了最新消息，说是我们新手保护期过了。玩家通过第1个站台，新手保护期失效，请小心列车行驶途中的怪物。难怪当时那些怪物并没有来攻击，原来是保护期的限制。丁，附近一个区域聊天合并。下一刻，区域聊天当中的人数转眼间来到7000人。太恐怖了，这些怪物就是发狂一番，我的列车差点就毁了。我没有物资，修复不了，要是明晚再来一次袭击，我的列车可能就完了。你们也太弱了吧！我们这个区域有个大佬，在第1站迷雾沼泽杀了20头10爪兽，初来乍到多多关照，以后可以找我进行交易，只要我成长起来，
我可以带领大家生存下来。董红大佬每次都将水便宜卖给我们，你们这个区域的玩家也可以尽情交易，相信大佬能够带动我们更好的生存。水资源，我们区域水资源都可以自给自足了，好吧？开什么玩笑，自给自足？如果能自给自足，你们的人数就不会比我们还少。有无语大神在，给块云铁，他直接打造凝水器，还需要购买什么水？还有，你们这区20头还想带领我们无语大神150多头都还没发话呢。紧接着区域之间就互相骂了起来。突然一道系统的声音打断了所有玩家。区域战力榜开放，玩家可查询战力。于是所有的玩家纷纷开始查询战力榜的排行。嗨，你们董红大佬不太行啊，就是这差距简直就是无法比。你们那个大佬还是哪凉快哪待着去吧。你们点一下排行榜的人物名字，可以看到一些信息。快看无语大神的详细资料。紧接着所有玩家又被这句话吸引过去。无语大神，你是不是有什么职业啊？对呀，你的实力太强了吧？大神，这个世界存在职业吗？这个游戏世界里面也有职业的存在，我获得了挺垃圾的职业，不值一提。大神以后还有什么淘汰的好东西，记得拿出来给我们呀！1万战力啊，随便拿出一个垃圾东西，怕是都比他们自己的好上无数。对呀，无语大神，有不要的就丢出来，卖给我们。隐隐中，无语直接成为了新合并区域的主心骨。那个无语大神，我们新加入的区域也可以向你换购凝水器吗？我有云铁，无语大神，我也想换购凝水器。我有2块云铁，大神可以制作2个凝水器吗？有多少收多少。很快，无语便制作出8个凝水器，交换到了8块云铁。现在云铁总18块，对于列车下一次的升级完全足够了。关闭聊天区域后，无语重新躺倒在床上，很快就沉沉睡去。早上起来，无语看了看自己的花圃，发现星辰薄雾缓缓飘到月亮井，融入到了水中。这薄雾居然融入了水里。探查。月亮井为等级青铜，作用自动吸收空气中的水元素，每天生成2升水。详情这只是模仿月亮井仿造的东西。备注：经过神秘能量的加持，有一丝月亮井的功效。全民穿越列车求生，无语看向吸收了星辰薄雾的月亮井，有月亮井的功效。于是无语尝试喝了一点，发现并没有太大的变化。紧接着，无语又给2哈喝了一些，都没有出现什么效果。突然，无语脑中灵光一闪，虚弱咒术，2哈啪叽一下，直接软倒在地。这是在干啥？要杀狗啊！无语没有理会2哈，再次从井水里勺了一点喝下，果然可以恢复失去的能量。试验一下，试验一下。虽然我不是人，但你是真的狗啊！前方出现车厢，查看回报值。回报率未知，风险中风险，详情场景会根据挑战进行改变。建议未知的回报率可能会让人大吃一惊，当然也可能一无所获。场景会根据挑战进行改变。几分钟后，无语略微整理好之后，一脚便踏进黑洞当中。此次车厢名为挑战车厢，一共有10个关卡，闯关越多，玩家所获得的物品也就会越稀有。一旦进入关卡，除非通关，否则不可以再出来。是否选择接受挑战？接受挑战。在无语选择完的一瞬间，四周漆黑的环境骤然出现变化。欢迎来到挑战关卡。第1关，火焰关卡。关卡任务：将冰灵珠放入喷薄的火焰口。此刻，无语正处于一座高低不平岩当中，高处有一个洞口在源源不断的喷出岩浆。无语看着眼前的场景，直接从背包里拿出腾空背包，然后直接飞了过去。恭喜玩家通过第1关，玩家获得补给全修复药水。全修复药水等级3阶，作用恢复所有伤势和异常状态。备注：仅限关卡内使用。只可惜只能在关卡内使用，不能带出去。第2关，剧毒王屋。关卡任务：找到正确的物品，塞住排出毒气的孔洞。此时无语的身影再次来到一个封闭房间，房间的墙上有形状不一的孔洞，正不断冒出绿色的烟雾。于是无语利用自己的金手指，很快就找到了对应的物品，顺利通关。奖励的物品依旧是全恢复药水。半小时后，无语来到了第5关。第5关，诡异庄阳。关卡任务：日落前找到隐藏在羔羊当中的怪物，否则你会被怪物分食殆尽。进入的一瞬间，无语发现自己处于羊群当中，要是想凭借肉眼找到这些羔羊，恐怕难度很大。于是无语冲入羊群中，紧接着一大片羊群全部地面。随着羊群不断的倒下，无语发现在另一处星光聚集，几只羊凭空出现。看来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无语观察一阵之后，发现这些羊群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去一边的小潭喝水。封存了很久的幻化蜜水似乎可以派上用场了。幻化蜜水能够让人感到四肢无力、昏昏欲睡，药剂大可以让人昏迷。慢慢的，无语摸索到潭边，将所有幻化蜜水放了进去，随后找了个位置静静等待。一会儿后，所有的羊群已经全部昏睡在地。这时，无语走进羊群中，不断的查看回报率。找到你了。随着无语缓慢的靠近，怪物终于按耐不住，陡然睁开了眼睛，还想跑？
恭喜玩家通过第5关，玩家获得补给，全恢复药水。紧接着吴宇拿着药水一饮而尽，瞬间消耗的体力全部恢复过来。第6关猎食者关卡任务，解决所有攻击自己的生物。此刻吴宇处在一片森林当中，周边野兽部不断的朝着吴宇包围过来。不一会儿，野兽冲入了吴宇的视野当中。猎狗等级普通生物，能力夜晚视线清晰。全民穿越列车求生，森林当中周边的野兽不断的朝着吴宇汇集。吴宇见此，直接提着巨阙剑冲了上去。恭喜通过第6关。又过了一段时间，吴宇直接来到第10关。第10关影关卡任务，击败自己的影子。终于来了吗？只要通过这一关，我就彻底通过这个挑战车厢。此时，吴宇位于一个红蒙的空间内，慢慢的，吴宇面前的影子逐渐清晰。这就是影吗？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两人一时间都没有任何的举动，都在打量着对方。过了一会儿，吴宇按捺不住，率先出击，直冲向自己影子。这影子不止外貌装备神似，居然连实力和技能都是一样的。虚弱咒术。另一边，影子同样对着冲来的吴宇回敬了技能。怪不得自己之前使用虚弱咒术总是能出其不意，看来这效果不是一般的大。咒术飞弹。影子如影随形，同样凝聚出几颗咒术飞弹。这影子也太棘手了，攻击也是同一时刻用了出来。疾风斩，这东西真难缠。此时，吴宇喝下一瓶药水，回满状态。连药水这物品都完美复刻了吗？这试验关卡居然能够做到这个地步。紧接着，双方再次交手起来，要磕了一瓶又一瓶。1分钟后，两个人坐在地上休息。此时，吴宇翻了下自己的背包，将井水从包里拿出来。对面镜像也从包里拿出来井水。我就不信了。一口灌下后，吴宇起身，手中的大剑又朝着对方冲去。突然，影子倒飞了出去。看来这试炼关卡并不能够复制出星光宝物。紧接着，吴宇抓住机会，咒术飞弹，疾风斩。这次影子终于倒地，吴宇耳边也终于传来久违的声音。恭喜玩家成功通关挑战车厢，恭喜玩家通关，此次通关评定等级 SSS 级，奖励发放2份神秘礼物。此时，吴宇四周的环境开始变亮。紧接着，吴宇清楚地看到自己正站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而吴宇的手中也出现了2件物品。神秘晶石等级特殊道具稀有物品，作用捏碎晶石随机获得一样物品。未知令牌回报率1000%，等级特殊道具，作用某个种族的友好凭证。吴宇回到了列车当中后，将晶石直接捏碎。恭喜玩家吴宇获得天赋超感时间。超感时间，自身意念会自然集中，外界的运作会出现变慢，自己的动作不会受到影响。没想到自己又得到一个强悍的天赋能力。关闭个人信息后，吴宇又打开了区域聊天。董红大神也有一个职业了，董红大神也太牛逼了吧！也就是说，这个区域不再是一个人才拥有职业了。哈哈哈，等着吧，同是职业者，看我们的董红大佬怎么反超吴宇这个跳梁小丑。吴宇大神岂是那么容易被超越的？跳梁小丑说谁呢？我不介意你再一次被打脸。各位，吴宇只是运气好，现在我董红也有职业了，看我怎么反超吴宇，而且我还获得了技能。吴宇看了眼董红的职业，便不再理会。此时天色已经暗淡，吃完晚餐的吴宇倒头躺在床上，二哈也在他的旁边睡了下来。半夜，吴宇再次被剧烈的噪声吵醒，窗外还是那一群血色蝙蝠。在半个小时不停的嘎录下，血色蝙蝠慢慢的没有再出现。第2天清晨，系统的提示再次吵醒了吴宇。1小时后，列车即将靠站，被抛弃的站台埋骨之地。埋骨之地当中会有较大的机遇，同时也伴随着危险，请玩家慎重选择。全民穿越列车求生，面对前方即将出现的站台，吴宇心生疑惑，怎么又靠站了？这次居然还可以选择是否停留。于是吴宇打开了区域聊天，发现并没有一个玩家聊到关于这个埋骨之地的信息。看来这次是自己单独遇到了一个站，快速提升自己的实力才是关键，这个险完全值得冒。列车到站，埋骨之地。吴宇往窗外望去，发现站台到处都是裂缝，这里处处充满着危机，请玩家务必小心，埋骨之地会爬出不死生物，玩家们需要破坏祭坛，解放埋骨之地的不死生物，让亡魂得到真正的解脱。列车当中，熟悉的黑洞出现，吴宇确认没有危险后，便直接走出列车。吴宇一边思量，一边打量周遭的环境，发现不远处又一个小水潭，走近一看，水潭完全就看不到底部，水被污染，不可服用，服用后很可能中毒身亡。于是吴宇慢慢的向前摸索，不过依旧是毫无生机。突然暗沉的天空出现血色的月光，就在这时，地面隆起了一个小山包，紧接着一个一个骷髅模样的人形怪物钻出。骷髅兵等级普通怪物，能力魂火不灭，己身不死，受到某种因素的影响，不死不灭。弱点，对不死生物有克制的物品或者是圣水，需要圣水才能解决。突然骷髅兵猛然冲向吴宇，
吴宇巨阙剑划过，冲上来的骷髅兵转眼间变成碎成一地。还没等吴宇收拾，四周传来更多的声响，一个个骷髅兵正向着吴宇冲来，而刚刚的骷髅兵再次站在了吴宇的面前。吴宇见此，只能开始往来时的方向冲去。霎时间，几十只骷髅兵被吴宇一人冲得支离破碎，在远处依稀可见的出现了一大片骷髅大军。于是吴宇速度骤然加快，回到站台的位置后，吴宇回头看去，发现并没有骷髅兵的出现，而天空的那轮血月也变回了原样，总算可以休息一下。列车上，吴宇将聊天区域打开，特殊区域无法沟通，看来自己是被彻底隔绝了，只有完成任务才能离开这里。随着时间的推移，列车外风声愈发的剧烈，一旁的二哈一双眼睛紧盯着窗外。吴宇顺着二哈的视线向窗外望去，静谧的月光下，不知道何时出现了一些虚影在游荡。埋骨之地看来不是随便取的名字。过了一会儿，外面游荡的虚影正向着吴宇列车的方向飘了过来。看着这个情况，吴宇紧了紧手中的巨阙剑。此时虚影们缓缓透过车窗进入到列车内，吴宇见此，直接操起手中的巨阙剑，对着进来的虚影就是一个。下一刻，巨阙剑仿佛打入空气中一般，而虚影继续往列车内飘去。埋骨幽魂等级1阶，能力不受物理伤害。不受物理伤害，这下糟了。就在这时，一阵凄厉的惨叫在列车当中响起，虚影的身体正一步步被这星辰薄雾吞噬殆尽。这些虚影见此，直接退在窗外，没有再进入半步。就这样，一群虚影飘在窗外，和吴宇对立着。还好有这个宝物的存在，只不过这星辰宝物到底是什么东西？陡然间，在暗红色的月色下，一声高亢的声音传出，围堵列车的虚影直接向远处的一座山丘处聚集而去。吴宇通过窗台向外面看去，发现那远处的山丘上出现了一个女人的身影，正源源不断的吸取月华之力。这关卡还真的难啊！好在二哈有提前发现到危险的能力，这样也不至于让不明生物打自己一个措手不及。二哈，今晚就交给你执行了，白天再睡。全民穿越列车求生，埋骨之地第1页。吴宇将首页的任务交于二哈，二哈听后委屈至极，辛苦了，诺拿去吃。我办事你放心，有事情就及时把我叫醒，我先睡了。1夜过后，天空微亮，吴宇收拾了一下东西，走出列车后，发现昨天遍地的厉鬼都已经不见了，而地面还有零星的几个骷髅兵。1分钟后，果然融入了月亮井水的刀刃能解决这些骷髅兵。清理完骷髅兵，吴宇继续往自己昨天行走的方向走去。走了许久，吴宇来到一处战场，而战场的中心处有一个身影站在战场上。吴宇缓缓走近后，发现盔甲之下只剩下一具骨头。探查。骷髅将军等级4阶，能力魂刀被伤到后能够直接攻击灵魂，破击斩灭，极大几率穿透防御。金甲骨躯身体防御提高3倍，不死受到某种因素的影响，不死不灭。弱点圣水剑身，熄灭其魂火。就在这时，空洞的眼眶中陡然跳动出2道魂火，凝视着吴宇，紧接着猛地向吴宇冲去。这他妈能搞个4阶的出来，让我拿头去打呀！吴宇见逃不了，只能提起巨阙剑冲上去。紧接着，吴宇催动隐匿符文，往更远的位置飞速逃离。突然，吴宇就感觉身后传来一股巨大的压力，骷髅将军的大刀再次挥了过来。还在逃跑的吴宇避开攻击后，将装着月亮井水的罐子朝着骷髅将军丢了过去，居然没有任何伤害。这时，骷髅将军再次冲了上来，巨阙剑再一次和对方的刀相互击打在一起。以对方的实力，明明有好几次都可以将自己解决，既然自己现在跑不掉，那就不能跑了。于是吴宇紧握巨阙剑冲了上去。经过一轮轮的激战，吴宇发现骷髅将军是在教自己如何用剑。慢慢的，两人一招一招的来回交锋。恭喜你学会剑术荒芜，荒芜等级1级，品阶1阶，效果剑术技能伤害翻倍，被动。介绍：一剑荡山河，剑到之处皆荒芜，荒芜之处皆独孤。不用感谢，我只是不想让我的绝技失传，我也得感谢你，让我重新找回自我。你已经初步掌握了绝技，剩下的你就以后慢慢领悟吧。紧接着，骷髅将军来到吴宇面前，伸手指在吴宇的眉心处。突然间，吴宇感觉眉心处一阵冰凉之意泛起。我该去完成我未完成的东西了，这是我们人族的战绩，不要辱没了他的名声。骷髅将军说完，大步离去，很快就消失了踪影。这走得太快了吧，自己还想问个路的呀。吴宇无奈，只能继续向前摸索而去。就这样走了一会后，前方出现了一片光秃秃的森林。走了一会儿后，吴宇发现自己是陷入由树木构成的迷宫当中。查探。埋骨鬼木等级1阶，能力防御极强，攻击力极高。就在这时，这棵树渐渐活络过来，枯枝向着吴宇狠狠抽去。在吴宇躲避的同时，整座森林都开始震动起来，朝着吴宇的位置追了过去。吴宇见此，立马催动隐身，从包围圈中逃离出去。这怕是来到树林深处了，必须要找到适合躲藏的地方。许久之后，吴宇的眼前一亮，
前方出现了一个山洞，发现暂时没有危险，便直接进入当中。山洞里面行走一会后，前方突然出现一个巨大的空间，并且里面还有一棵光秃秃的巨木，无数的树根从下往上延伸。列车求生第二站，埋骨之地。吴宇意外发现了远古保护者，探查。远古保护者，精灵族的战争之术，等级未知，能力未知。备注：远古保护者已经被邪恶力量侵蚀，陷入到沉睡当中。被邪恶力量陷入沉睡。如果自己能够搞定这棵树，说不定也会彻底摆脱那些树木的攻击。就是不知道月亮井水有没有用。紧接着，吴宇对其撒下一罐月亮井水，静待效果。正当吴宇以为月亮井水是不是不够的时候，突然整个洞穴内部开始剧烈的晃动，仿佛有什么东西即将从中苏醒过来一般。当吴宇转头看向面前的巨木的时候，一道苍老年迈的声音传到了他的耳边：年轻人，很感谢你将我唤醒。请问外面的那些树木是怎么回事？这片树林都是本体，也就是我进行操控。你所看到的树根，也就是连接那些树木的。因为我被亡灵族的力量侵蚀，所以那些树木变得极其狂暴嗜杀。看来自己没有救错树啊，给自己带来了一条生路。年轻人，我已经被亡灵族的力量侵蚀太久，现在我也快马上消散。感谢你解脱了我，我这棵树之心你就拿去吧。随着我的消散，那些树木也会回到原本的模样，你大可不用担心。说完，远古保护者的身躯直接消散不见。远古树心可栽种，能力栽种下去才可激发。看样子，这个远古树心需要重新培养，才能成长回他刚才的那种状态。吴宇将树心收进了包裹当中后，便向着来时的方向离去。走出山洞后，周围所有的树木此时已经回归了原位，再没有出现任何动静。紧接着，吴宇继续向前方赶路。出了森林，吴宇来到一个巨大的峡谷处。吴宇抬头看向峡谷，峡谷很长，一眼望不穿底。于是，吴宇将自己的警戒度提升到最高的状态，一路前行。走了一段距离后，吴宇发现前方出现了一群骷髅兵。这么长的峡谷，不知道有多少这种骷髅兵，只能往前冲过去了。吴宇随即将自己的巨阙剑涂上月亮井水，紧接着身形暴射过去，阻挡的骷髅兵一个照面便被解决。就在吴宇临近出口的时候，前方一个个骷髅缓缓凝聚，并且越变越大。探查。骷髅巨人融合体，等级2阶，能力防御，力量极为强大。弱点：圣水剑身，熄灭其魂火。骷髅巨人发现了冲过来的吴宇，紧接着硕大的拳头向着吴宇挥了过来。这恐怕不是普通的2阶实力。吴宇趁着对方落拳的空档，迅速拿着巨阙剑杀了上去。3道剑光划过骷髅巨人的身躯，紧接着吴宇直接向对方砸了一罐月亮井。受到月亮井的影响，骷髅巨人身躯抑制不住的往后方倒去。看到机会，吴宇当脚下一动，冲出了峡谷。穿过峡谷后，吴宇来到峡谷的另一端，前方冲天的黑气凝聚不散，这应该就是代表着亡灵族的死气。看来目的地马上就到了，现在只能先找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吧。吴宇随即继续往前摸索，终于在天黑之前找到了一个山洞。山洞里，吴宇升起了一堆火，让原本清冷的环境多了一丝温暖。几分钟后，外面的天色彻底黑了下来，血月高挂。此刻的黑气在月光的搅和下变成了暗红的气质。山洞吴宇陷入到半睡半醒的状态。第二天一早，吴宇看着外面已经有了白昼的光线，便起身向洞外走去。吴宇走在路上，才发现这地面呈现的是暗红之色。看来这里曾经是一片尸山血海，当初的大战是多么的骇人，才能让形成一片血海。突然，一股渗人的寒风迎面而来，吴宇警惕着周遭，巨阙剑时刻紧握在手。此时，吴宇发现巨大的黑色气柱里面是一个巨大的城池，给人一种极大的不安感。全民穿越列车求生，吴宇进入古城后，发现面有许多的建筑，而建筑表面时不时飘出缕缕黑色的气息。一路探索，吴宇终于来到一处看似是教堂的位置。走进里面后，吴宇发现了不远处正摆放着一本书籍。吴宇拿起书籍后便开始观看。半刻钟后，吴宇收回了目光。埋骨之地其实是人族和亡灵族的战场，战斗的结果人族大败，剩下的所有人都被献祭在一个祭坛中。了解真相的吴宇放下书，走出教堂，向着这个城池的更中心处走去。几分钟后，吴宇终于来到了无数怨气爆发的中心点。只见不远处是一个奇大无比大坑，站在坑洞的边缘向里面看去，里面有着无数的尸骨，而万人坑中心处有一座巨大的祭坛。看来这冲天而起的黑气更多的是无尽的怨气。查探。回报率0，风险极高风险。详情：这是一个无用的祭坛，且其中蕴含着巨大的风险，建议自寻死路不是一个聪明人的决策。没有回报率，而且还带有巨大的风险，显然不是这个祭坛。于是吴宇转身继续在城池中搜索。随着不断探索，吴宇来到了一个规模宏观巨大的建筑面前，而建筑上的牌匾写着几个恢宏大字“城主府”。看来这里曾经是多么的盛极一时，繁荣昌盛。
不过现在再无曾经的繁华之境。吴宇进入到城主府当中后，在一个个房间中摸索，眼中的回报率始终为0。就当吴宇走到一处空地位置，向地上看去时，回报率陡然一变。不会在地下吧？直接破开地面化，难免会打草惊蛇。于是吴宇的眼睛看向四周，发现不远处有一个井。走进井口，吴宇观察了一下，这个井居然有风从下面灌出。在确定没有危险后，吴宇直接跳了下去，发现这里是一个巨大的圆形空间。周边摆放了几个黑色的水晶球，在空间最中心处摆放了一个透明的棺材。吴宇心中再度提高警惕，慢慢向着中心处走去。来到棺材旁边，吴宇向里面看去，发现里面居然躺着一个人。这难道就是那个妖异的身影？可是自己昨晚见到魂魄呀。吴宇想到这里，查看了一下回报率，依旧显示的是0。当吴宇仔细看向棺椁上面的字符时候，回报率跳动了一下，于是吴宇对着这个字符按了下去，随后旁边的墙壁上缓缓打开了。吴宇透过门发现面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空间，祭坛正高耸于其中，并且黑气萦绕在其上空。看来这才是真正的祭坛。不过这一路走来感觉似乎有一点轻松，恐怕不会那么简单。随即吴宇全身紧绷地走了进去。走进去没多久，突然迎面传来夹杂着浓烈的杀机阴风，只见由一大片黑气组成的怪物正漂浮在半空中，并且还传出嘶哑的声音。探查魔怨魂等级9阶，能力未知。得到回复的信息，吴宇面色陡然一变，这个地方怎么会出现9阶这么强大的存在？于是吴宇的身影迅速消失在原地，朝石门的地方跑去。只是吴宇刚迈出几步，石门陡然间关闭。吴宇见此，直接提起巨阙剑就想破门而出，一声巨响，吴宇只感觉自己握剑的手一直在震颤。这也太强了吧！现在自己唯一的后路也被堵死了，看来这次自己把自己给搭进去了。另一边的怪物随即向着吴宇扑了过来。就在这时，吴宇的胸口处的位置一阵发烫，等吴宇取出来，发现是自己从挑战车厢当中获得的令牌。而在吴宇取出令牌的瞬间，四周的阴风怒嚎声骤然间一滞，怪物静止了许久，终于从中传出一道声音：人王令。人王令，这是什么东西？突然，人王令绽放出一道光线，照在了怪物身上，而那些灵魂组成的怪物不断的让吴宇杀了自己。于是吴宇当即不再犹豫，直接杀向对方的身躯。很快，吴宇发现自己的攻击完全起不到任何的作用。全民穿越列车求生，这9阶的怪物站着让自己杀都杀不死。就在这时，吴宇看到无数的星光薄雾从他的毛孔中飘了出来，凝聚成一团，直直的窜入了吴宇面前的怪物身体内部。紧接着，怪物的身体开始出现密密麻麻的裂缝，无数的灵魂仿佛终于找到了逃脱的口子，从其中撺掇而出，直到这只怪物彻底解体。感谢人王将我们彻底解脱出来。人王，人族将在你的带领下重新崛起。在下的人王，吾等来生在追随你。此时空气中再也感觉不到那股阴风阵阵的感觉。好险，这令牌救了自己一命，解决了这次危机。吴宇走上祭坛顶端，中间的一颗巨大黑色物体化成了一地的碎渣。恭喜玩家成功摧毁祭坛，解放出了埋骨之地被困的亡灵，任务完成。这就结束了。之前的那个骷髅将军咋回事？算了，想这么多也没用，走一步算一步吧，那就先走吧。就在吴宇准备离去之时，系统的声音再次出现。恭喜玩家完成任务，奖励玩家特殊车厢1节，可以返回列车查看。这特殊车厢想必不会差。几小时后，吴宇终于返回到列车站台的位置。果然自己的列车后面多了一节车厢。进入到列车当中后，吴宇来到第2节车厢，发现二哈对着第3节车厢的位置狂吠不已。当吴宇走进第3节车厢后，入目就是一片泥土布满，并且其中还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坟包。吴宇看到这个坟包后，当即一愣，系统奖励的第3车厢怎么回事？突然，坟包上出现了一道妖异的身影，静静地漂浮在那里，盯着吴宇。吴宇见状，直接跳出了第3节车厢。他怎么会在这里？按理来说，对方不应该和着那些鬼魂一起离开了吗？你刚才见过他了？二哈听后连忙点点头。这是什么情况？坟包也就罢了，那个女的居然也跟了过来。没有头绪的吴宇带着二哈回到第1节车厢的位置，准备从长计议。这时，列车已经开始缓缓启动，开始离开了埋骨之地。已离开特殊区域，恢复与外界联系的功能，玩家可以尽情分享自己的所得。于是吴宇打开聊天区域。吴宇大神的战力这2天还是止步不前，你们看前几名的战力那可是平步青云啊！董红的战力已经到8000了，追上吴宇大神指日可待哇！不只是董红大神提升很快，连同后面的几名玩家的排名也是穷追不舍。就这几天时间，这前几名的玩家战力可是提升的何其之快，他们都获得了职业，我也想尽快弄一个职业啊，这样好有能力自保。紧接着吴宇查看了一下战力榜的排名，看来是这2天埋骨之地的任务耽误了自己实力的增长。你们区域的吴宇大神怎么停滞不动了？对呀，2、3天也没见到他发言了，是不是害怕被咱们的董红大神超越？一想就是了，董红老大的战力如日中天，再过不了多久，这第1的席位怕是要换人了。
吴宇没有理会这群人的冷嘲热讽，而是看向自己的信封处。恭喜完成埋骨之地，解放所有亡灵，给予玩家奖励。恭喜玩家获得特殊技能晶石虚空之爪，捏碎后可习得技能。虚空之爪虚空限定，等级1级，品阶1阶，效果凝聚出敌人看不见的虚空之爪，该爪可以打出实质性的伤害。又是一个技能，我记得这货也是属于虚空一族的。这个晶石给你，看看能不能用。于是二哈将晶石拍碎，紧接着一股精纯的能量进入到了二哈的脑海当中。不一会儿后，二哈的眼睛出现一道奇异的光芒，一闪即逝。恭喜玩家完成了特殊车站的关卡，评价 SSS， 奖励全属性加50。总算看到更有实质性的回报了。经过加成后，自己的实力再度横跨一个台阶。全民穿越列车求生，当吴宇再次看向了自己的战力的时候，战力值直接飙升到 2.3W。吴宇大神到底是干了什么？哈哈哈哈！这打脸总是来的那么及时，那么解气。虽然你们区域的董红大神什么牛马蛇神，也配给吴宇大神相提并论。说不准吴宇大神就是等你们这些小丑挑衅，然后实力打脸。哈哈哈！吴宇大神太坏了，我好喜欢。另一个区域的人话都不敢多说一句，只能默默忍受这份屈辱。吴宇没有去在意聊天区域的消息，而是来到自己的花圃面前，看了一眼自己种植的东西。这星辰之树居然只剩下5、6天的成熟期了，也不知道这星辰之树成长后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突然，吴宇看见自己这最后一块花圃居然种植了一些东西。明明记得自己的这块花圃是空出来的。二哈，这是谁种的？紧接着，二哈对着通往第3节车厢的地方叫唤：“是那个女鬼种的。”那这意思岂不是说对方能够过来？随即又比划了一个刨地的动作，然后继续指了指红裙女子的方向。这么看来，那东西有灵智啊！在接下来的2天时间，那第3车厢的红裙女子从来就没有出现过。而在这几天时间里，吴宇尝试着内视自身。渐渐的，天地间此刻只剩下一片朦胧灰暗，只剩下吴宇一个人。而吴宇也终于看到自己身上散发出晶莹的星光，这些就是隐藏在自己身上的星光宝物吗？吴宇随即尝试着引导这些星光，经过几次失败之后，吴宇终于将一部分凝聚在自己的手中。这星光宝物如今终于初步掌控了。前方出现车厢，系统的声音直接将吴宇从无我之境中换了回来。查看回报值，回报率300%，风险中度风险，详情里面有一个火元素怪物，物理免疫，斩杀后可获得职业。建议这个职业可以说是唾手可得。火元素怪物吗？吴宇随即准备了一番，便直接踏入车厢。走进车厢后，吴宇感觉到空气里一片炽热，两边都是一片岩浆，也不知道这个火元素在哪里呢。一路向前，终于前方出现了几只生物体在活动。终于遇到东西了。熔岩鳄，等级1阶，能力身体蕴含恐怖的高温，能瞬间蒸发身体表面的物体。吴宇勘察了一下周围，没有发现其他的危险，便直接提化一道道虚影。3只熔岩鳄都还没看清来人，就已经被解决。剩下的1只熔岩鳄见此，直接向着吴宇冲了过去，而吴宇只是一个闪身，下一秒就出现在熔岩鳄的背后。恭喜你获得1阶精魄4，已经放入背包。采集数。恭喜你获得火之石4，没想到这些熔岩鳄还可以提供火之石，这收益倒是挺不错的。又前进了一段距离后，吴宇发现不远处的一个角落位置有一个火红色的宝箱。就当吴宇准备去打开箱子的时候，突然岩浆中窜出一个浑身都是火红颜色的怪物。暴虐火源，自然元素生物，等级3阶，能力自如控火攻击，免疫物理伤害，弱点身躯正中心位置。这就是火元素吗？走了这么久，总算看到这次的最终目标了。火元素看到吴宇，嘴巴一张，一束火焰直接喷向吴宇。这火元素凭借场地优势打出的伤害，简直直逼4阶的感觉。火元素见一击不成，嘴巴猛然深吸，四周的岩浆齐齐汇入到火元素的嘴中。就当吴宇准备打断汇集时，吸收的动作骤然停顿，然后嘴中凝聚的能量对着吴宇随时准备宣泄而出。吴宇见状，立刻朝一旁跑开，而那岩浆也是紧随着他的脚步，丝毫没有放过的打算。慢慢的，火元素的攻击停了下来。全民穿越列车求生，吴宇跟着不断的吸收着星光宝物，而吴宇对面妖异身影将吴宇不需要的星光宝物吸引到了自己的身边。慢慢的，吴宇发现对方的魂体变得更加凝实了一点。他应该不会害自己，否则自己刚才已经是一具尸体了。不知不觉间，一整夜的时间过去。恭喜你掌握无名呼吸法。此时吴宇只感觉自己的实力似乎又精进了不少，连忙看了看自己的基础属性。有了这个呼吸法，提升实力更加事半功倍。吴宇转过头看着那妖异身影离开的方向，微微松了一口气。二哈也在对方离开后来到吴宇的身边。应该没有恶意，不用担心。探查。
姓名二哈，主人无语，等级3阶，种族虚空，能力虚空之爪，狂化，体型增幅，属性增强。如此看来，之后二哈也可以给自己提供更多的帮助。突然，吴收到了杜金国的私聊讯息，点开讯息后，吴语有些愣。大神，能不能帮我一下？这秘境车厢太危险了，我一个人闯不过去。个人闯不过去，难不成还能2个人闯？在讯息后面，吴语还发现了杜金国发过来的道具：合纵晶石，等级特殊道具，作用能够与别的玩家进行短暂的联合，两人的列车会相遇，就算是选择了不同的轨道，两人的轨道也会进行短暂的合并，时效过后将会回归到自己原有的轨道。时效1片。这游戏还能有这东西的？略微惊讶后，吴语便回复了杜金国的消息：是什么样的关卡过不去？即使在同一条轨道，我怎么到你现在的位置？很快，杜金国便拿出了另外一件物品。站台晶石，车票，等级特殊道具，作用捏碎之后将会遇到一个独立站台，只有捏碎晶石的人才会路过。站台中含有机遇，但是也非常危险，请谨慎选择。这杜金国到底什么来头？为什么会拥有这么多好东西啊？自己的金手指是假的吧？怎么样，大神？这2件道具我都可以免费提供，只要你愿意来帮我，收益37分，你7我3。可以，那我现在就立刻使用这2件晶石。先别。你这个有时间限制，我现在手上还有一些事情需要处理完。那好，大神，你先处理好你手上的事，到时候再来帮我。我现在在锻造一件新的防具装备，还差云铁3，你这里有没有？大神，我这边有，我马上就给你。不一会儿，对方就将吴语所需要的东西发送过来。吴语退出聊天后，很快便将火焰铠打造了出来。是时候升级列车了。是否升级列车？是。请选择升级的位置：一车顶升级，2车尾升级。现在居然可以选择升级位置了。车顶升级，确定升级位置，车顶升级中，请稍后。随即，吴语的耳边只听得传来呜呜的响声，紧接着第1节车厢出现了向上的楼梯。难道这是给自己的列车加高了一层？于是，吴语顺着楼梯走了上去后，吴语发现自己来到一处什么都没有的空地上。吴语见此，直接回去将背包拿了上来后，将所有的土全部倒在了这个地方。紧接着，吴语又将树心栽种了进去。总算将树枝心栽种了，接下来就去会见一下杜金国吧。几分钟后，吴语突然发现自己的前方出现了一艘疾驰的列车，而自己的列车正在迅速朝着那辆列车靠近。看来前方的就是杜金国的列车。当2人的列车前后相连后，吴语的列车上便出现了一个黑洞。当吴语准备进去的时候，黑洞里面杜金国就率先窜了出来。大神，终于见到你了，你的威名我如雷贯耳啊！大神，我请你吃饭，你稍等一下。杜金国随即回到自己的车厢内，将一个泛着火红色的蛋状果子拿了过来。大神，来，这个东西不多，请你吃。誓言龙果，等阶1阶，作用食用后2天内可以不用进食，包括饮水。没想到你还有这种东西。吴语吃掉果子后，肚子中一种持续的饱腹感传来。大神，那个站台晶石已经使用了，现在只需要等着遇到站台就行。大神，是不是很奇怪？为什么我获得的东西会有点不一样？吴语看着杜金国，没有否认，示意对方继续说下去。大神，因为我是全球第2个升级列车的人，获得了一个天赋运气 buff， 所以一直以来我的运气很好，开出的东西会很大几率爆出更好的物品，而且还能够趋吉避凶。每当有危险的时候，我都能隐约感觉到。难怪有这么多的好东西，我是第1个升级的。不愧是大神，永远走在了玩家的最前面，革命的先驱者啊！全民穿越列车求生，吴语看着倒地的2哈心想，看来进化还需要一些时间。探查。魂头草，等级3阶，作用栽种在坟头，会有意外收获。咋又和坟头有关啊？幽冥魂木，等级3阶，作用对魂体大有裨益。吴语正准备将这株魂头草收起来的时候，突然感觉到一边的角落位置有些阴冷。吴语抬头看了过去，只见一道红色的身影正直勾勾地望着吴语。这真的可以离开第3节车厢？于是吴语直接将星光薄雾包裹在巨蟹剑上，然后小心翼翼地盯着面前的妖异身影，而妖异身影没有任何动作，就这样凝视着吴语这边。几分钟后，吴语发现对方想要的是魂头草，于是吴语直接将魂头草与幽冥魂木收了起来。妖异身影见此也失去了任何兴趣，身影渐渐虚化，向第3节车厢飘了过去。也不知道这妖异身影到底有什么目的，算了，还是将之前得到的树心种下。来到花圃当中，吴语刚一将树心埋进土里，一道系统的提示就响起，空间不够，无法种植。紧接着树心自动从地里回到了吴语的手上。看来是自己的庙太小了，容不下这尊大佛。时间来到半夜，吴语梦见那妖异的身影出现在月色当中，抬头望着月亮。就在女子转头望着吴语的时候，梦醒了。该死，怎么会梦到他的？吴语从床上坐了起来，平复了一下自己的心情。突然，吴语感觉到空气有一些冷，而2哈已经躲在角落。当吴语扭过头来后，迅速往后面退了一步。这不是有星光宝物吗？
为什么对方可以过来？吴宇站在床，便僵直着身子，紧盯着妖异身影。只见对方只是缓缓地指了指花圃的方向。吴宇向着对方手指的方向看去，那片区域是他之前让二哈种的植物。吴宇对着那些冒出头的植物探查了一下。面包树未成熟，等级2阶，生命周期165天，效果生长出蕴含有能量的食物，可食用。介绍：需要吸收精魄生长。看来这种植的东西并没有害处。突然，妖异身影迅速挨近吴宇，一只手指指指他的眉心位置。紧接着，吴宇感觉到一股讯息随之传进了他的脑海中。闪烁特殊技能，作用可以瞬间提高自身的速度，在周围10米的范围内进行短距离挪移。备注：冷却时间3小时。这不是神技吗？对方为何突然传给自己技能？此刻的对方已经回到了床边的位置，指了指吴宇，向其索要东西的样子。这是想要凭借这个技能和面包树来给自己交换魂头草和幽冥魂木。于是吴宇来到第2节车厢，将魂头草和幽冥魂木拿了出来，随即又来到第3车厢，将魂头草种到了土包上。栽好魂头草后，吴宇又将幽冥魂木放到土包的另一侧。做完这些，吴宇迅速开溜，回到自己的车厢。对方需要那2样东西，证明对方是魂体。就在吴宇思考的时候，骤然间，那妖异身影又出现在吴宇的面前。此时，吴宇发现自己的身体动不了了。对方不会利用完自己就准备斩尽杀绝吧？过了一会后，吴宇发觉对方在引导自己以一种特别的呼吸方式在呼吸着。很快，随着他的一呼一吸之间，周围的星光薄雾向着吴宇的身边汇聚过去，缓缓从他周身的毛孔当中。此时，整个车厢内，吴宇就像是一团星云的星河，所有的星辰薄雾都在围绕着他不断旋转。全民穿越列车求生，两人正要分开搜寻的时候，暴风雪此时却开始慢慢减小，而寨子也渐渐变得透明起来。寨子呢？我去，白天也能装鞋。看来出发的前提应该就是暴风雪的存在。那我们接下来是等下一场暴风雪来临继续探查，还是做什么？刚刚的寨子中除了那本书，还有其他线索吗？我刚才只感觉到那里有东西，其他的不知道。怎么样？大神接下来怎么做？就这样漫无目的的探索也不是办法，我们先返回列车。就这样，两人顺着地图一路返回，经过长途跋涉，两人终于看到列车的影子。进入列车，吴宇刚打开系统，准备制作一些东西的时候，就发现有一封未读信。点开短信，里面只有短短一句话：解开雪国的真相。系统才是最大的 bug， 系统的永远都错过不了。要知道，我们刚来到这里的时候可是没有提示的。看来只有发现一些蛛丝马迹之后，系统才会指示出一些任务。现在天色渐晚，先休息一晚养足体力，再准备一点食物。大神，不用准备食物，我还有2颗，现在就给你拿过来。紧接着，杜金国走回自己的列车，拿着2颗果子走了回来。大神，那个肉还有没有啊？偶尔才吃1次肉，都快营养不良了。暂时先不要吃了，可以等果子效果结束后再吃。好嘞，早点休息，看看今晚会不会发生什么情况。于是杜金国打了一个哈欠，躺了下来，3秒入睡。这可是真的心大，这么快就能睡着。第2天早上，天空放亮，吴宇和杜金国带着2哈再次出了列车。大神，今天往哪里走？还是那个寨子吗？你等我一下。紧接着，吴宇眼中出现一道道数据分析，走那边。于是两人出发，向着指定的方向走去。而2哈直接缩进了吴宇的怀里。大神，你养的宠物也太有个性了吧！中途没有出现任何变化，风和日丽，空气寒冷。快到了，只见前方暴风雪持续的刮着，一栋栋建筑显现在两人的面前。这不就是我们昨天探查的那个寨子吗？先进去查探一下吧，说不定只是不同的寨子而已。紧接着，两人缓慢靠近寨子，等走近后，发现里面的布局和场景与昨天的一模一样。大神，我们不会是闯鬼了吧？这不就是昨天的寨子吗？要想知道这是不是昨天那里，去那边看一看就知道了。杜金国望了过去，那里正是他们昨天发现书籍的房屋。于是两人走了进去，同样的石台上摆着一本同样的书，而书里面的内容完全相同。这里难道是一个会移动的寨子？先去把昨天没探查完的地方搜索一下吧，分开搜寻快一点。紧接着两人向着房屋探索过去，而吴宇眼中的回报率无论看向哪里都没有进行过变化。吴宇搜索了好几间房屋，都是无所收获。难不成这回报率的东西也和这个寨子一样？回头。正当吴宇朝着一间房屋走去时，2哈轻吠2声，随后朝着另一个方向走去。吴宇见状，心中不自觉地升起一丝警惕感。一人一狗顺着一条小道穿过几间房屋后，映入眼帘的是一大片废墟，残垣断壁。看来这里原先应该是一座比较大的建筑，而2哈竟对着墙角狂吠起来。吴宇见此，直接一剑将这顶梁柱劈开。随即吴宇发现里面有一张小纸条，它在吞噬我们，吞噬我们的整个身体，我们的一切，它分布在每一处地方。自从第一场雪开始，就已经分布在每一处地方。已经晚了，逃不了了，
逃不了了。吴宇读完后，心中的越发不安起来。还有什么发现没？二哈听后甩了甩脑袋。既然这边的线索是探索完全了，接下来希望杜金国那边会有一些发现。紧接着，吴宇朝着杜金国的位置走去。只是刚走到路口，就听到杜金国的惨叫声。等吴宇走过去后，发现杜金国下半部分陷入到地面。大神，你终于来了，快救我！我陷进洞里了，下面有东西在吸收我的力量。吴宇见状，立刻抓住杜金国，将其提了起来。感谢大神，我爱死你了。你刚说这洞里有什么东西？刚刚我一不小心掉下去后，下面中空，完全使不上劲。其实我也不知道下面有什么东西在吸收我的力量。那你探索有没有什么发现？有，我看到了一个房屋的墙上刻了一些字，上面刻着白色的恶魔异常狡猾。等我发现过来时，已经无法再拯救这个寨子，我用我所有的力量也只能将其镇压，但自身受到重伤，即将死去，希望有正义的使者将其杀死，寻找世外桃源，那里是最后一片净土。之后的话就是沿着最后一个字刻出一条竖线，我感觉有点像是刻画的人在那个时候死了，没有写完。这是我发现的纸条，你看看。全民穿越列车求生。吴宇得知杜金国的发现后，有些疑惑。大神，你说这个白色的恶魔是不是就是他？应该没错。对了，你刚才说墙上刻的字在最后是一竖直的直线是吧？感觉是临死前绝笔时刻出来的，根本就没有写完。你看看这个洞穴是不是深不见底，而且是笔直的？我去，那我这一屁股牛逼呀！刚才你说掉进洞穴后被抽干了力量，所以才导致无法挣脱。大神，那我们要下去打探一下吗？现在情况未知，先探查一下还有没有其他路可以走。大神，不用看了，这里就只有一个洞。我当时叫救命的时候还勘察过这里有没有机关之类的，一无所获。有绳子没？我下去查看一下。有，大神，这绳子有20米长。虽然不能准确查出回报率，但至少这下方没有危险。吴宇接过杜金国递过来的绳索后，一端绑在身上，另一端套在洞口一旁的巨石上。我先下去看看，有情况及时叫我。大神，小心点，你要是凉了，我怕是也要凉在这。我还年轻，还没做成大事，还有如花似玉的老婆等着我去娶。进入到洞穴后的吴宇突然感觉周身传来诡异的力量。你已被神秘力量侵蚀。紧接着吴宇感觉到身体越来越沉，紧接着吴宇体内的星光薄雾遍及全身，形成一个天然的屏障。你的负面状态已解除。想不到这星光薄雾还能有消除这负面状态的效果。20米的绳子很快就到达了极限。这个时候，二哈对着吴宇叫唤了一声：“快到最底下了吗？”吴宇随即直接往下一跳。干得不错，这是奖励你的。随后，吴宇从背包中拿出一个火把，将整个空间照亮。只见前方有一条上圆下正通道，突然旁边的绳子出现了动静。不一会儿，杜金国的身影从上方出现。大神，我下来了，等等我。你怎么下来了？你刚下去没多久，整座寨子又开始隐匿起来。我想着和你站在统一战线。大神，我发现好像没有回到原地。看来这个空间比较特殊，很可能有最关键的线索。大神，我技能和各种东西还是根本用不出来，也不知道这星光宝物可不可以调用来用到杜金国身上。大神，这是什么？不要反抗，我试试有没有效果。吴宇在耗费了一些星光宝物之后，一层透明的薄雾附着在杜金国身上。还好这几天吸收星光宝物下来，累积的量很多。怎么样？大神，刚才系统提示我负面状态已解除，有效果就行。走吧，抓紧时间探索。两人向前走了一会后，前方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空间，而这个空间是一个巨大的实验室，与外面的古老的寨子风格格不入。也不知道这个实验室到底在培养着什么，居然会将其建立得这么深入地下。大神，有什么发现吗？没有，只是有点奇怪，这个古老的寨子和这里的实验室时代感很大。说不定这个寨子只是建立在上面作为演示，实际这下面才是真实目的。走了，出去再说，这里暂时没看到什么线索。等吴宇与杜金国出来后，发现这里只有一个坑洞和绑着绳子的巨石，周围空旷不已。远处，吴宇发现一大波狼群正往他们这边冲来。不会吧？这些狼是千里眼吗？刚出现就来？先回坑里避一下。突然，吴宇发现这些狼是在逃窜。这狼群在暴风雪中不死不灭，为什么会恐惧？大神，好像有什么东西在追逐他们。于是吴宇跳目望去，只见在狼群的后方，一只狼不见了踪影，而导致狼群减少的是一群兔子。兔子在追狼，这是什么情况？在二人惊讶的目光中，狼群一口直接住雪兔的脖子。只是那些刚被狼群咬死的兔子，突然一分为二，再一次一拥而上。最后，在无数兔子的围攻下，一大批狼就这样被兔子完全吞噬殆尽。这他喵哪是乖巧可爱的兔子，这简直就是恶魔呀！此时吃完狼群的兔子似乎在寻找着下一批的食物。吴宇两人见状，赶紧将自己的身影隐藏起来。兔子没有发现吴宇两人，边朝着另一个方向离开。还好这些兔子没有注意到我们。
看着兔子离开的方向，吴语使用金手指往那边探查过去，而在兔子离开的方向有回报率。大神，那些兔子走远了，接下来我们往哪里走？就走兔子离开的那边吧。大神，万一被那些兔子发现，我们怕是瞬间骨头都没留下。你要是不去也行，可以回列车等我。那我还是选择和你一起吧，同甘苦，共进退嘛。于是两人一路在暴风雪中前行。两人走了没多久，面前便出现了一座巨大的钢铁要塞，而要塞上有不少牙印。全民穿越列车求生，吴语与杜金国一路跟着兔子来到一处钢铁要塞前。兔子应该是经过了这里了，暂时看来没有什么危险。大神，要进去看看吗？万一里面窜出一群兔子，那我们插翅也难逃了。进去看看，里面暂时没什么危险。要塞里像是已经被彻底搬空了一样，而吴语眼中数据流转，突然在离吴语不远处的地面传来回报语。走近发现有一道微不可见的缝隙，这下面有空间，找一下有没有开关打开这个暗门。于是两人向着四周摸索，一会儿，杜金国的运气的机制成功将暗门触发，突然有缝隙的地方一阵色彩变换，随后直接消失在二人的眼底。等两人进去后，发现里面有着各种精密的仪器，并且还有不少培养器。大神，那罐子里好像有东西。等两人走近后，发现里面都装着一个小孩子。实验体1号、2号、3号。当吴语两人看向小孩子的面孔时，脸色皆是一变。里面的小男孩就是被群狼围攻的小男孩。看着这个小男孩，两人莫名惊恐无比。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之前遇到又是谁？大神，这里的科技好先进啊，感觉比起我们原先的世界还高级。这列车世界居然会存在这种科技。陡然间，杜金国发现不远处有一个小男孩站在那里。这咋还有个站着的？是死是活啊？等吴语与杜金国走近后，站在原地的小男孩此时突然开口：你们来的实在太慢了，再来晚一点我就坚持不住了。我操，活的！跟我来，人族候选的王。听到此话，吴语的眼睛微微一眯，难道是人王令？此时小男孩没有理会，而是在前面默默带路。看着走远的小男孩，两人选择跟了上去。紧接着蓝光一闪，眼前出现了一处空间，里面有着一个个的电子屏幕和许多精密的仪器。大神，这里该不会是什么飞船的操纵空间吧？这一路走来也太梦幻了，就像亲身经历科幻电影的场景一样。就在这时，小男孩忽然倒在地上，紧接着所有的屏幕纷纷出现了相同的虚影。不需要理会，它只是我外出的一个躯壳而已。人工智能？我是机械族创造出来的特殊生命体，你可以叫我亚当。机械族？机械族是什么？机械族乃万族之一，在万族中名列前茅。自身的能力虽然不是很高，但是科技力量极其发达，能够比肩神灵。听着投影不咸不淡的话语，吴语和杜金国的内心却掀起了惊涛骇浪。紧接着，他们的眼前出现了更加雄伟宏观的世界。一尊尊各式各样的神魔立在了他们的眼前，这世界感觉比你们想象中还要波澜壮阔。话说，机械族呢？我怎么一个都没看到？都已经离开了，实验出了问题，此处被彻底封锁。但是由于封锁的结界在日益的减弱力量，便发生了和外界相连接的情况。一旦暴风雪降临，其肆虐的力量会让的两者之间相通。意思是说，暴风雪的降临是两个空间的相互融合。对的。你说的机械族离开了，是实验出了问题？没错，你们应该注意到了外面的实验罐子吧？这地方其实就是机械族专门做实验的地方，包括你们之前经历过的寨子。实验？什么实验？一场关于人间精细的实验，或者说这整个与世隔绝的世界都是实验场的，所有的人都是假的，全部都是克隆人，包括他们的记忆、身份都是虚构出来的。吴语和杜金国两人听后脸色一变。大神，我们刚刚走进来的时候看到培养罐子里的，岂不也是？正如你想的那样，那群小男孩是实验的小白鼠。我们要培育一种不死不灭的存在，一种究极物种、究极武器。后来实验成功，也培育出了这样的物种，但是在最终的实验环节中，却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差错，这个物种脱离了我们的掌控。亚当说完这句话，两人的面前的大屏幕上突然闪出一个画面，巨大的地下实验室里面培育着一个占据整个地下室1/2的培养舱。此时视频当中的画面可以看出是实验室里本来的样子。紧接着培养舱当中的一个小男孩猛然睁开了眼睛，紧接着整个培养舱直接全民穿越列车求生，吴语与杜金国得知了这个与世隔绝的世界都是试验场地。这不是我们在寨子里遇到的那个培养舱吗？本来它只会如同机器一样听从我们的命令，但是不知道哪一个环节出错，导致它出生后便毁灭了所有。这个寨子的实验室原来是这样被摧毁的，那些兔子和狼又是怎么一回事？
那是第一阶段的实验体，活体实验。第一阶段会在动物身上进行，这些在实验成功后被关押了起来，留着以后一起焚烧。但是人间兵器高走，将他们放了出来。此时的吴语却是眉头一皱，为什么自己进来之后会莫名感觉亚当散发出一种友好的信息，放下了所有的戒备。于是吴语心中的警惕拉到最高，把目光悄然望向亚当。回报率未知，风险极高风险。为什么风险会极高？难道他就是白色的恶魔？就在这时，投影的亚当却出现了变化。你的思维在剧烈的波动着，没想到你能够摆脱这魅惑之乡啊！亚当说完这句话的时候，外面随即传来了密密麻麻的动静。不一会，无数的兔子不知从何处窜出，封住了吴语两人唯一的退路。新一代的人王，把你的身体给我吧，我困在这里已经够久了。紧接着投影出来的亚当直接钻进吴语的脑海当中，疯狂地吞噬吴语脑海中的意识。吴语随即不断的手敲打着头部，想将其赶出自己的脑海当中。随着亚当不断的吞噬，吴语的意识也越来越模糊。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吴语体内的星光薄雾自行运转，齐齐涌入吴语脑海中。你这到底是什么力量？为什么能够抵抗我的吞噬？不过没关系，很快你的都将会是成为我的，认命吧。门外那些安静下来的兔子仿佛听到指示，疯狂朝着吴语两人涌来。此时杜金国听闻到动静，如梦初醒。我去，眼前这个3D 人工智能居然是坏的。紧接着杜金国窜到了吴语的身边后，又从怀里掏出一个印刻有神秘符文的卷轴。大神，准备好，我要捏碎了。随即卷轴的破碎，吴语和杜金国两人随之骤然消失。亚当看着空荡荡的位置，顿时一愣。传送卷轴，给我追，一个也不要放过，给我抓回来，抓回来！在外界冰雪覆盖、茫茫无际的白色雪地上，一道光芒闪出，两个影子凭空出现。大神，现在怎么办？朝那边走，回列车，快！于是两人不再犹豫，拔腿飞奔。而在两人后方的不远处，一大群雪白色的兔子追了上来。大神，离咱们的列车还有多远？后面有东西追上来了。你还有没有刚才的卷轴？没了，这是我的保命东西。传送卷轴可以把自己瞬间传送出一段距离，逃离险境。紧接着吴语将星光薄雾包裹在自己的咒术飞弹，将前方的兔子歼灭。走，加快速度。只是两人还没有跑多远，后面又来了一大波兔子。就在这时，二哈忽然吠了一声，吴语面色一变，转头看向二哈叫的方向。而跑在前方的杜金国停了下来，面色煞白地看着前方。只见前方出现了一大群冰雪狼。吴语喝下最后一瓶井水后，转头看向杜金国，抓紧我！我也不知道这技能能不能带人。没事，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大神，要是能走的话，你先走。抓紧我，我试试。紧接着，杜金国抓住吴语身上的衣服，眼中带着一丝希望。此刻，狼群和兔群已经近在咫尺，闪烁。随即，吴语的身形倏忽间化为了虚影，骤然消失在原地。而扑过来的狼群和兔群瞬间落空。当吴语再出现时，已然在冰雪狼群的后方。快走！后方，冰雪狼和兔子相互拼杀起来，并没有注意到逃走的吴语两人。两人经过一路飞奔，终于回到了列车之上。刚一到列车上，远处更大一批数量的兔子来到列车不远处。几分钟后，无数的雪兔开始攻击列车吴语和杜金国拼接的列车。完了完了，这次怕是真的要死在这里了。我未来的老婆，看来我杜金国这辈子是遇不到你了。忽然，吴语看向自己的第3车厢的位置，随即一股可怕的威压从第3节车厢散发出来，下一刻灰色的死气从列车里面蔓延而出。全民穿越列车求生，关键时刻第3节车厢散发出无尽的死气，而列车外面的兔子感受到周围的死气弥漫，所有的兔子都愣在了原地，一动不动。一阵风吹过，所有的兔子一个个全部倒在地上，仿佛被抽干了血肉和灵魂，骨瘦如柴。吴语两人透过窗外看着眼前的一切，兔群就这样全军覆没，无一幸免。大神，你养的那位好强。还好，当时虽然动了干掉对方以求自保的念头，但是没有真正实施。是自己真要去杀对方的话，恐怕自己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此时飘在半空的妖异女子杀完兔群，眼睛眺望着远方，又看了看吴语，做了一个简单的动作。这是要进入自己的身体内部。不等吴语回应，妖异身影直接窜入吴语的体内，紧接着操控吴语直接离开列车，踏入了外面冰天雪地的世界。掌控吴语身体的妖异女子顿时从其身上爆发出更为浓烈的死气，霎时间整个雪地出现了无数的建筑物。不一会儿，吴语的身影已然来到亚当被封印的地方。抓回来了吗？自己终于要离开这里了。等吴语出现在亚当面前的时候，亚当表情突然一滞，眼睛恐惧地盯着吴语。你到底是谁？
他是我的，你碰了就得死。随即死气猛然爆发，变得更加浓郁。紧接着，吴宇虚空一拽，一个灵魂被拽在了手里。我知道你是谁了，我知道了，不可能，不可能！机械图的记载中，你已经陨落了，你已经陨落了。但还没有说出更多的话，声音戛然而止。亚当的灵魂在吴宇手中变成最为精纯的灵魂力量，紧接着妖异女子控制吴宇，将其一口吞了下去。这个雪国世界的大 boss， 机械族人都无法杀死只能封印的存在。吴宇松了口气，总算彻底结束了。此时，吴宇的身体向着列车的反方向行去，这是想把自己带到哪里去？几分钟后，吴宇的前方出现了一个完全洞窟。根据亚当的记忆，这里是当初封印亚当的地方。洞窟内，吴宇一路走到底，路上并没有遇到特别的东西，就这么轻而易举的消失了。在吴宇疑惑之际，吴宇的脑海中传出亚当的所有记忆。这亚当是一个失败品，真正完美的人间兵器被机械族带走了。丁，恭喜你解开雪国的真相，可以离开站台。听到脑海中得到的提示，只是有些发光的晶石镶在石壁之上，突然前方的空间霎时间豁然开朗，里面充满各式各样颜色都略显不同的水晶，将这里的空间照得明亮无比。而在最上方的位置摆放着一块巨大的水晶，而水晶里面封印着亚当的躯体。探查。封魔水晶等级：特殊道具、稀有物品。作用：隔绝目标能力的使用，将其彻底封印。亚当，特殊生命体，灵魂已死。备注：机械族克隆出来的最终兵器。此时吴宇被操纵的身体走了过去，对着封魔水晶轻轻一点，随后整个水晶直接消散，而里面的亚当被死气包裹。几分钟后，亚当化为一滴妖异的鲜血，漂浮在了半空当中。这不会是从亚当身上提炼出来的精血吧？被控制的吴宇用手一招，顿时精血悬浮。吴宇的在面前，突然妖异女子控制着吴宇的一只手，狠狠刺向自己心脏。这是我的身体啊，这一捅不就死了吗？随即妖异女子控制着吴宇的手一招，那悬浮在半空的鲜血直接进入到吴宇的身体内部，眨眼间心脏的伤口自动愈合起来。丁，恭喜你获得了特殊天赋超强自愈力。超强自愈力，这样的话只要不被1刀秒，基本都不会死亡。紧接着妖异女子操纵着吴宇的身体离开了溶洞，返回到列车当中。列车上无尽的死气从吴宇的身上抽离，妖异的身影也从吴宇的身体当中出现。吴宇重新将自己的身体掌握回来后，便直接查看自己如今的数据。姓名：吴宇，职业：剑咒术师，天赋：贤者之心唯一，超感时间，超强自愈力。现在自己的天赋已经有了3个。紧接着，吴宇转头看向妖异女子，正要开口的时候，妖异女子直接飘往第3节车厢。杜金国发现了回到列车的吴宇，直接来到吴宇的列车上。大神，你终于回来了，我们的列车可以重新启动了。大神，我回列车了，下次再见，合作愉快。合作愉快。紧接着，杜金国回到了自己列车上，随着列车启动的呼啸声，整个雪国被列车抛到了后面，白雪皑皑的地面被一片绿意盎然取代。